古老偏僻的地方总会发生许多诡异恐怖的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华九难身边，甚至华九难就是这些事情的一部分。比如他誓师生子，九道沟村坐落在北国10万大山最深处，这里天寒地冻，一年四季被风雪笼罩，即使到了80年代初期，村民也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村中大小事情都由龙婆婆和李大爷做主。龙婆婆是出马弟子，我国自古就有南毛北马之说。南毛指的是茅山道士，北马指的是北方出马仙。正统的出马弟子家里都供奉着4梁8柱12位仙家，4梁指的是狐、黄、长和清风。清风是横死的恶鬼，所谓的8柱是扫、看、串、护、通天、归地、关爱、探兵。这8趟关于4梁8柱的分工，后文自有交代。龙婆婆其实并不娘家姓张，全名王张氏，只因她的出马先是蛇类，蛇又称作小龙，所以大家才叫她龙婆婆。龙婆婆老伴走得早，3个儿子也因为意外夭折2个，只有老三死后在龙婆婆身边。村民不管大小，一般都称呼她王三。今天是农历7月15，鬼节，因此刚入夜，龙婆婆就让王三关了院门，想要早点休息，毕竟人鬼殊途，相互冲撞了，对谁都不好。可没等他躺下，院中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那声音如此巨大沉闷，与其说敲，不如说是撞。王三非常不满，一边披上满是补丁的棉衣去开门，一边骂骂咧咧：来了来了，别他妈敲了，你要死了着急救命还是咋的？大晚上的叫门。院门打开，一阵阴风扑面而来，门外的人仿佛一根斜靠着的木，咕咚一声直挺挺地倒进院子，厚厚的积雪上只留下一个人形印记。哎呦我去，不会真死了吧？王三一边把来人从积雪里拉出来，一边对着屋内大喊：娘，你快出来看看呐！其实在王三开门的一瞬间，龙婆婆就心中一惊，她几步跑到供奉仙家的偏房，抓起捆仙绳就往外跑。这里的捆仙绳可不是神话传说中那种法宝，而是出马弟子用柳枝、自己头发、老钱等编织而成，然后用松油混合香灰浸泡3年，3年后取出洗净，放在仙家坐下供着。捆仙绳长6尺6寸，通体乌黑，有驱鬼辟邪的作用。龙婆婆边跑边心中叫苦，鬼节鬼敲门，晦气晦气。与此同时，隔壁住的李大爷听到声音也赶了过来，他是外来户，3年前才搬到村里。村民知道李大爷是打跑了鬼子的退伍老兵后，都对他非常敬重。2位老人借着雪地反光，见到王三哥拉起来的是个满脸惨白的女人，她似乎已经冻僵，全身都直挺挺的，以至于王三只需抓住女人的肩膀，她就不会倒下。这种状态下，女人隆起的大肚子更加明显，分明是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。龙婆婆声色俱厉地对女子说道：家里有出马仙家常八爷坐堂，老婆子劝你赶快离开。女子机械一般扭动脖子，隐隐有咯吱咯吱的摩擦音传出，双眼一片死灰，说起话来一字一顿，完全是摩擦喉咙发出的声，那样子像极了生锈的机器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！王三神经大条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，反而热情招呼：你找人接生是吗？俺娘只会驱邪，不会接生。接生你得找村东头的张家媳妇儿。哎，算了，看你这副样子，走路都费劲，俺帮你去请。龙婆婆见自己儿子真的出门而去，赶忙阻止：三娃，站住！他是死人！王三听到吓了一跳，一个箭步将龙婆婆护在身后。大晚上的，娘你可别吓唬。李大爷双眉紧锁，上前一步和王三站到一起。龙婆，你确定？龙婆婆谨慎地盯着女人，轻声回道：老婆子不聋不瞎，自然不会看错。你俩仔细看，这东西根本没有呼吸。李大爷仔细打量，可不是吗？他们3个大活人站在雪地上，每次呼吸都喷出白色蒸汽，而对面的女子不但没有蒸汽冒出，就连脸子上的积雪都已经结冰。女子听了龙婆婆的话，忽然暴躁起来：
一双眼睛拼命上翻，以至于只剩下眼白。他拖着双腿，直愣愣地朝对面3人走来。我没死，我真的没死，求你们快点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！龙婆婆见此勃然大怒，孽畜，识抬举，找打！捆仙绳当作长鞭，重重打在女人身上。惨叫声响起，女人居然冒出阵阵黑烟。她尽管疼得厉害，依然一步一步向前挪动，只求龙婆婆能救她的孩子。李大爷见此开口问道：龙婆，她会说话会叫，有影子，真的是死人？龙婆深深吐出2个字：国师，他已经死了，只是自己还不知道，全靠心中那股执念支撑。李大爷面色凝重，开口再问：他死了，那他肚子里的孩子呢？死的还是活的？龙婆婆警惕地盯着女人，开口回答：活的。孩子要是死了的话，这女人执念就散了，那时候一尸两命，变成产男鬼，凶得厉害。大小鬼一起拿着剪刀到处寻找替身，咱们附近的产妇可就有难了。李大爷狠狠吸了2口烟袋。女人闻言：既然是活的，那咱不能见死不救，看他打扮也是穷苦出身，必须帮。立即想要跪地磕头，只是身体已经僵硬，居然跪不下去。龙婆婆本就心善，听李大爷这么说，也不再坚持。李老头，你可要想好，要是咱们救孩子不成功，他们母子俩怕是立刻就会化作厉鬼。李大爷豪爽一笑：日本鬼子凶不？老头子照样一刀一个，厉鬼还能凶过日本鬼子？只是接生我不会，全靠你了。龙婆婆看着李大爷英气勃发的样子，轻轻一笑：给死人接生，老婆子也是第一次，希望别出什么意外。屋子里有众位仙家坐堂，脏东西进不去，只能在院子里生了。龙婆婆让王三取来几盆热水，又用黑布围出一片空地。就在此时，龙婆婆手中的捆仙绳自己移动起来，在雪地上歪歪扭扭写出几个大字：此物大凶。龙婆婆一时陷入为难，仙家口中的大凶之物，其恐怖可想而知。看来眼前这具活尸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见此情节，李大爷不愿龙婆一家遇到危险。三儿，你去老刘家借来驴车，我送着女子去镇上医院。王三立即答应。大叔，俺陪你去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龙婆婆大声喝止：你们站住！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送到镇上，是嫌死的人不够吗？老婆子这就给他接生。三儿，你回避，在远处等着吩咐。李老头，给我打下手。人命关天，也不是避嫌的时候，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死人。李大爷立即答应。行，用我做什么，你直接吩咐。龙婆婆也不理会，只是对女子说道：还记得自己的生辰八字吗？女子一愣，显然已经失去了部分记忆，片刻之后才慢慢回想起来。龙婆婆听完脸色大变：阴年、阴月、阴时，极阴之体，再加上今晚这个鬼日子，麻烦大了。然而事情紧急，已经容不得龙婆多想。此时女子面容越来越扭曲，眼角开始流血，那种黑色腥臭的脓血，口中发出咯咯咯的冷笑，长发在阴风中飞舞。这种情况说明女子腹中的孩子已经很危险，随时有丧命的可能。胎儿一旦死了，女子立即就会化作恶鬼。母子2人发起凶来，对于这个小村落将是一场大难。谨慎起见，龙婆大声吩咐：三娃，去请大印出来。大印是象征一个出马仙弟子级别的物件，也是驱鬼辟邪的重要法器。王三意识到危险，立即应声而去。龙婆婆略一思索，继续开口：李老头，去把你的大刀拿来，希望你没和老婆子吹牛，那把刀真的杀过人。李大爷哈哈大笑：龙婆放心，如果小日本还算人，我的大刀砍过的，没有100也有80。
你瞧好吧。说话间，王三已经高举大印回来，开口问道：娘，为啥让李叔去拿刀啊？他的刀很厉害吗？龙婆婆一边解开女子衣服，一边回答：何止厉害，那可是杀过人的家伙。如果杀够100人，就叫白斩。一身正气的人来用，脏东西可不敢近身。就在这时，李大爷已经回来，红缨大刀身后斜背，真是千般煞气，万般威风，周围阴森的气息都被驱散不少。龙婆婆见此放下心来，有李大爷用此刀，就算女子真的变成恶鬼，他俩最少也能对付1、2。可当龙婆婆将目光放到女子腹部时，忍不住一声惊呼：啊！天杀的，老婆子怎会遇到这种邪术？一父兄胎，如今太平社会，真龙坐堂，用这邪术害人的家伙，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李大爷闻声观看，只见女子腹部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伤口中还不停咕嘟咕嘟冒出黑血。最诡异的是，缝合伤口的不是针线，而是一只拇指粗细、手掌长的大蜈蚣咬在上面。蜈蚣咬住伤口一头，其余部分用爪子紧紧抓着，这样女子的肚子才没有裂开。恐怖的蜈蚣见有人发现自己，立即一跃而起，朝着龙婆婆口中钻去。幸亏李大爷老当慢告，抽出身后大砍刀，重重拍了过去。孽畜，你敢伤人！凶悍的蜈蚣被拍中，仿佛遭到雷击一般，蜷缩在雪地上不断抽搐。李大爷举刀再砍，却被龙婆婆拦住。李老头，不要冲动，这畜生一会儿或许有用。龙婆婆让王三取来葫芦，将蜈蚣装了进去。女子刺出刀口，少了蜈蚣束缚，立即炸开，黑血包裹着婴儿流了起来。李大爷赶忙捡起孩子仔细打量，虽然气息微弱，不哭不闹，但总算还活着。龙婆婆接过孩子，放在准备好的温水中清洗。丫头，你可以放心去了，孩子活着呢，老婆子我会帮你养大的。女子居然挣扎起身，双目血泪，紧盯着新生的婴儿。孩子，你要听话，你要先走了。说完，努力朝着李大爷、龙婆婆跪了下去。两位大恩大德，我来世再报。这块玉佩和金针是孩子祖传之物，一起交给您了。女子说完倒地不起，显然是心中执念消失，魂魄离体转世去了。李大爷一声叹息，许久之后才开口问道：奇怪了，我听别人说孩子都有脐带和母体连接，怎么这个孩子没有？龙婆婆满脸恨意：孩子是被人放进此女肚子里的，怎会有脐带？这可怜的女娃根本不是孩子的亲娘。李大爷一脸震惊：啊，还有这种事情？龙婆婆一边抱孩子进屋，一边给李大爷解释：这就是老婆子说的一父兄胎，只有血海深仇才会这么报复仇家，将仇家刚成型的孩子从母体取出，和五毒血一起塞进阴年、阴月、阴时出生的女子体内。这女子还必须是孩子的直系近亲，孩子成熟后不等分娩，就将女人折磨死。如此一来，一尸两命，2个凶魂戾气冲霄，毫无神智，只听命施法的人。龙婆婆说到这里，火气更大。孩子的亲生父母被邪术诅咒，注定满门死绝，鸡犬不剩，而且都会变成孤魂野鬼，阴司地府都不会收，简直比旧社会灭9族都惨。就在龙婆婆要抱着婴儿进屋的时候，大印自己飞起，拦在门前。捆仙绳在雪地上又写出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：极阴之体，百鬼争尸。龙婆婆一声大叫：怎么这么邪门？这不是要老婆子的命吗？三娃，刚刚孩子几点出生的？王三略一回忆，大声回应11点多吧，俺没太注意。龙婆婆连连掐指推算，瞬间脸色苍白。阴母死，阴子出，百鬼笑，活人哭。这孩子和他那个死鬼娘一样，
也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，还赶上鬼节，这下惨了。可怜老婆子行善积德一辈子，今晚却要被这娃娃害死。李大爷根正苗红，不懂这些阴阳术语，但是见到龙婆婆的样子，就知道危险不但没过去，反而更加恐怖了。龙婆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龙婆婆抓起捆仙绳横在身前，警惕地打量着四周。刚刚出生的这小东西是真正的极阴之体，不但天生通灵，而且一旦修行鬼道，进步会100倍于常人。只要不中途夭折，成王做主不在话下。李大爷听了更加不解。龙婆，你的意思是这孩子会害了咱们？龙婆婆摇头。他就算再厉害，也是将来的事情。咱们眼下要对付的是来征尸的百鬼。恶鬼占据极阴之体，不但日后前途无量，就连转世投胎的过程都免了。这种好事谁能不心动？怕是方圆100里的脏东西都会被吸引过来。就在此时，屋内的老式挂钟连响12声。午夜到了，农历7月15，鬼门关大开，院子里突然刮起阵阵阴风，风中满是腐气恶臭的味道。几人只觉得眼前一暗，却是刚刚出来的月亮被乌云遮住。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各种奇怪的声音，有哭声、诡异的笑声、怒喝声、惨叫声。王三有些害怕。娘啊，俺感觉有人在叫我呀！不对啊，是好多人在叫俺的名字。龙婆婆大惊失色。鬼叫魂！三娃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娘叫你，别人叫你都不许答应。老太婆和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龙婆婆单脚踏地，连跺3下。有请长八爷上身！一瞬间，龙婆婆模样大变，原本老迈僵硬的身体变得灵活无比，眼睛变成绿色，中间一道竖瞳。2个声音先后从龙婆婆口中发出：“劳烦八爷了。”长八爷讪讪一笑：“你也知道本仙能力有限，要是来的恶鬼太凶，我可会溜之大吉。你这老太婆可不能埋怨。”2人话音刚落，四周寂静的夜里，忽然传来沙沙的脚步声。李大爷开口说道：“龙婆，怎么有好多人朝着咱们这边来了？”龙婆婆一声苦笑：“老李头，你要做好准备，来的可不是人。”李大爷是什么人？死人堆里爬进爬出的百战老兵。他听了龙婆婆的话，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抽出大刀堵在门口。大刀在黑暗中泛起一层血光。倒让我想起当年和鬼子拼刺刀的时候，就是不知道这些脏东西脑袋够不够硬。王三为人孝顺，自然不会让2个老人独自面对危险。他转身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入屋内，还不忘叮嘱媳妇好好照顾，然后拎着一把菜刀冲了出来。谁敢伤害俺娘，俺就和他拼命。龙婆婆看得又欣慰又好笑。菜刀要是能砍鬼，那还供奉仙家做什么？三娃，你不要捣乱，去把香炉拿来，娘有用。龙婆婆抓起香灰，均匀地洒在院子四周，黑灰白雪，格外显眼。三娃，你顶着娘的大印去屋顶坐着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许说话，不许动。要是娘和你李叔打不过脏东西，你就带着你媳妇儿快跑，跑到东山顶那棵老松下面，记住了吗？王三重重点了点头。哦，娘，俺记住了。俺把媳妇送过去后，立刻回来帮你。龙婆婆伸手摸了摸自己儿子。哎，你这傻小子！李大爷双目炯炯地盯着前方。龙婆，一会儿要是危险，你和三娃一起走，我给你们拦住脏东西。不等龙婆婆说话，屋内忽然传出王三媳妇的惊呼：“娘，这孩子，他……”龙婆婆听得心急，怎奈自己又不能离开。三媳妇儿，孩子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娘，这孩子他在吃家里的生肉。这事情若是发生在普通婴儿身上，那就怪了；可发生在极阴子身上，也就稀松平常。龙婆大声叮嘱：“儿媳妇儿，不咬你就行，不用管他。他要是敢伤你，你就用娘屋子里的木刀打他屁股。”
说话之间，院中阴气更重，就连神经大条的王三都感到毛骨悚然。借着微弱的亮光，隐约见到一排脚印朝着院门走来，只有脚印，却看不到走路的人。咯咯咯的怪笑声中，脚印正好踩到香灰上了，一声刺耳的惨叫，雪地上冒出一股黑烟。龙婆婆神情肃穆：“李老头，小心，他们来了！”李大爷一声怒喝：“见不得光的东西，有种冲着老子来！”又是一阵瘆人的笑声，一件惨白的校服随风飘荡，径直朝着李大爷飞来。老头子丝毫不惧，挥刀就砍。校服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，口子中渗出一片黑血，脏东西仿佛受了重伤，惨叫着飞速离去，眨眼就消失在茫茫雪地里。龙婆婆见状大喜，果然是白斩杀人刀。李大爷伸手捋了捋银白的胡子，自豪地说道：“若是加上西洋鬼子，死在这把刀下的可不止100人。”说话间，又有嘤嘤的哭声响起，一红一白2个纸人缓缓飘来，纸人脸上露着诡异而僵硬的笑容，他们仿佛知道李大爷不好惹，径直朝着龙婆婆飘去。龙婆婆怒极反笑：“不开眼的畜生，居然把老婆子当软柿子了！”捆仙绳猛然挥出，2个纸人看似缓慢飘着，但却十分灵活，诡异的扭动身体，4缓10急地躲开了龙婆的攻击，然后手拉着手漂浮在众人上方。叽叽叽，咯咯咯的笑声，听得人全身直冒寒气。李大爷眉头紧皱，开口问道：“龙婆，这2个是什么东西？”龙婆紧盯着空中回答：“鬼皮，他们原本是出殡时给死人烧的衣服，机缘巧合下吃了生魂，变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。他们觉得自己是鬼，所以总出来抓替身，盼着能转世投胎。”就在这时，整个雪地忽然更暗了，刚刚露出来的月亮居然开始一点点消失，一会儿之后只剩下半轮血月。这种景象把出马仙长八爷都吓坏了。“哎呦，天狗吞月，半血残存！你们救的娃娃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？”话音刚落，四面八方鬼哭狼嚎之声更大，大团大团的黑雾凭空出现，黑雾中隐约可见大群鬼影。其中最诡异的是，8只红衣女鬼抬着轿子缓缓飘来，其余孤魂野鬼见了纷纷让开道路，吓得跪在两边瑟瑟发抖，就连空中飘着的2个鬼皮也赶忙落在地上，一动都不敢动。就在这时，龙婆婆供奉的4梁8柱之一清风堂的断头鬼出现在院中，断头鬼拎着自己脑袋紧盯着鬼叫：“蚂蚁姥姥，你都快修成正果，何必出来做这有损阴德的事情？”尖锐刺耳的声音从鬼叫中传来：“都别怕怕吓吓的，姥姥我就是来看看，不会出手杀生。可如果你们拦不住这些小崽子，姥姥我也不介意抢了几银子。”龙婆婆刚要开口说话，王三媳妇忽然一声惊叫：“娘救命！有脏东西进屋了！”紧跟着就是声声凄厉的惨叫。奇怪的是，这叫声分明是男人发出的。断头鬼化作一道阴风飞入屋内：“你们别动，里面的东西交给我。我可不像一些人，受了人家几10年供奉，关键时刻总想着跑。我本孤魂野鬼，幸亏龙婆赡养，早把这里当成了家。”这话说的长八爷一阵羞愧，口中嘟囔：“就你行，再说了，本仙不是还没跑呢吗？”断头鬼进屋之后，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，一只大胆的吊死鬼想从窗户爬进来，可却被龙婆的大印卡住，只有一根腥臭的长舌伸进屋里。此刻舌头正被刚出生的娃娃抓在手里，一口一口地吃着，腥臭的黑血沿着娃娃嘴角滴落。娃娃见到清风进来，朝他咧嘴一笑，露出带血的牙齿。他居然已经长出牙齿。清风承认，那一瞬间他怕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。断头鬼伸出鬼爪，简单一撕，吊死鬼舌头被1分为2，断掉的部分被娃娃几口吃了下去。窗外吊死鬼赶忙趁机逃走：“我修的是正道，不杀生，便宜你了。”说完之后，他猛然觉得脊背发寒，赶忙回头，正看到娃娃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。此时屋外各种恶鬼纷纷现形，有老有幼，面目狰狞，众鬼接踵挪肩，挤成一团朝李大龙婆2人扑来。龙婆撒下的香灰在噼里啪啦的爆响中消耗殆尽。2老虽然拼尽全力，但恶鬼实在太多，
况且里面还有很多百年老鬼。李大爷，龙婆背靠着背，一点点退到屋檐下。三娃，我们挡不住了，你带着媳妇儿快跑，记得跑到东山顶老松树下面。王三从屋顶跳了下来，依然单手高喊：娘，俺不跑，你带着俺媳妇儿跑吧，俺和李大叔帮你挡着脏东西。不等龙婆说话，断头鬼抱着娃娃飞了出来。不过此时断头鬼拎着的脑袋神情呆滞，显然是被娃娃控制住了。群鬼见到吉阴子，瞬间胸怀冰，呼啸着就要上他的身。鬼怪，这个刚出生的娃娃更快，他咯咯一笑，居然钻进了死去女子的肚子里。女尸瞬间直挺挺的起身，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死灰色的双眼环顾四周，流出腥臭的口水，砂石摩擦的声音从女尸口中发出，随后猛地扑向群鬼，惨叫声、撕咬声响彻夜空。这娃娃这么凶，刚出生就这么厉害，以后得邪乎成啥样？哎呀，再凶也就这一阵儿的事儿，等过会儿胎气彻底散了，也就是个普通娃娃。事情果然和常八爷说的一样，一刻钟后还追着群鬼乱咬。小娃娃带着一身腥臭的尸水，呼的一声破腹而出，飞到李大爷怀，对着他咯咯咯的笑。李大爷满脸无奈，将娃娃紧紧裹在棉衣里。这孩子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惊魂未定的群鬼见此情景，再次围了上来。不过有了刚才的事情，明显谨慎很多，那样子说是小心翼翼也不为过。眼见李大爷几人山穷水尽，围着的恶鬼立即让出一条路，瑟瑟发抖地趴在两旁。本仙家可没动手欺负你们，到了阎王那里不能告我。常家的老爸还有拎着脑袋的小子，你们可以来姥姥这边，看在常家老大的面子上，姥姥我保你们平安。常八爷听了，立即显出本体，一条10多米长、通体翠绿的大蛇。这时候他可没有半点威风，像一只大虫子一样乖乖盘在抬轿子。小八多谢姥姥，姥姥好意心灵。我说过，早把这里当成了家，就算魂飞魄散也要保住。麻衣姥姥桀桀怪笑，轿子飞速向后退去，围着的恶鬼立刻涌上来。你自寻死路，姥姥也不好拦着，只可惜了你这么多年的修行。常八离开，龙婆恢复成老态龙钟的样子。老李头，我要说，把孩子交给这些脏东西，换咱们一命，你一定不会答应吧？肯定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龙婆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。哎，老婆子我算是被你害惨了，一会儿要死的时候把这个吃了。龙婆边说边将一个漆黑的骨头掰断，一半塞进李大爷手里。这是什么？啦，嘿嘿，千年冤魂骨，咱们吃了它再死，可以原地化作厉鬼。以你我的本事，做鬼之后可比这些蠢货凶多了。杀光他们，一来报仇，二来可以救我家三娃两口子。行，只要能救几个孩子，做啥都行。清风堂断头鬼闻言大惊，冤魂骨，这东西不能吃。也不怪清风激动，吃了冤魂骨后会永不超生，魂魄漂泊浪荡在这世间，每时每刻都要承受凌迟之痛，那可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，只有黄巢那个疯子兵败王给祖后生的，所以死在根中路，带着残魂败将为祸一方千百年，今也注定是多事之秋。难道是雪崩？龙婆婆摇了摇头，不是雪崩，你看这些脏东西的神情，他们在怕，鬼可是不怕雪崩的。两人说话间，风门声戛然而止，一阵寒意从脚下雪地传来，群鬼吓得紧紧团缩在一起，那样子像极了受惊的鹌鹑，就连麻衣姥姥的轿子也急忙飘到风中。龙婆婆一声苦笑，又有大家伙从地底下来了，这次就算我俩吃下冤魂骨，也只能被吞的份。原本极寒的天气，这时能滴水成冰，阴风仿佛都被冻住。一个3米多高的身影从地面缓缓升起，血迹斑斑的铁链一圈又圈地缠在他身上，铁链的尽头穿着10几只恶鬼，他们骨瘦如柴，极力忍受着痛苦。4两之一断头鬼惊呼出声，传说是真的，
他是雪尸！闻听此言，女鬼抬着的轿子猛然一震，花姨姥姥甚至连话都没敢说，就这么消失在原地，连盘在轿子上的长八爷都被丢在地上，群鬼更是瞬间作鸟松散，只留下龙婆婆他们面面相觑。雪尸几步走到李大爷身前，灰蒙蒙的眼睛静静打量着他怀里的。此刻婴儿已经睡着，小脸泛着红润，看不出任何异常。李大爷倒是想带着孩子躲开，可是跟被雪尸不小心踩住的长八爷只能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发不出任何异常。打量了一会儿，雪尸僵硬地从身上撕下一根铁条，用力拉细，弯成一个乌黑的耳环戴在婴儿耳朵上。婴儿立即疼醒，哇哇大哭。雪尸见此，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然后俯身背起地上的女尸，缓缓沉入地底。直到此时，长八爷才惨呼出声：“快救我出来！”众人低头观看，不禁大惊。就这么一会儿，被雪尸踩到的长八爷，半个身体已经扁平，还和地面牢牢冻在一起。李大爷把婴儿交给龙婆，他和王三一起抬起长八爷到屋里化冻。今夜发生太多的事情，多到几人许久才反应过来。王三心有余悸：“娘啊，那些脏东西不会再回来吧？”龙婆看看时间：“不会的，天都要亮了，再凶的家伙也不敢白天出现。”龙婆婆说完，努力平静了一会儿，才再次开口：“长八爷那个传说是真的。”大蛇已经气息萎靡，艰难地摇着脑袋说道：“以前我也不信，现在血尸都出来了，当然就是真的。可是他为啥只带走女尸，没抓吉因子，还留下一个耳环？”众人将目光放到熟睡的婴儿身上，灯光下耳环发出诡异的黑光。李大爷忍不住好奇，快救我出来！龙婆，以前我也不信，你们说的传说是怎么回事？当然就是真的。是什么？龙婆婆一边给婴儿裹上棉被，他为啥只带走这女尸，事情没抓说来吉因子？话长，眼下我们要先琢磨，明晚脏东西再来抢孩子怎么办？王三听了差点没哭出来。娘，脏东西明晚还会来啊？龙婆婆一声长叹：“不止明晚，孩子魂魄稳固之前，脏东西每天都会来。”娘，这娃啥时候才能魂魄稳固？龙婆婆满脸无奈：“开口闭天门，要想魂魄稳固，怎么也要等孩子能说话。”王三听完，一屁股坐到炕上：“那不惨了？您说过俺6岁才会说话的。”李大爷看着王三样子，忍不住开口调笑：“倒霉孩子，你那是啥？正常娃娃1、2岁就会说话喽。”王三听完也开心不起来，口中嘟囔说道：“还1、2年，按今晚这情景，1、2天俺们都撑不过去。”80年代初期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灯，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老式灯泡，圆圆的，里面有根钨丝那种，发出的也是黄光。在这种光照射下，婴儿雪白的皮肤格外显眼。清风堂断头鬼开口说道：“要想脏东西找不到孩子，只有一个办法，给他换皮，彻底关闭所有灵窍。但这样一来，也等于断绝了他以后修行的路啊。”李大爷可不在乎什么修行的事情，在老爷子心里，劳动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什么牛鬼蛇神都要靠边站。李大爷现在只关心这个换皮是否危险。龙婆婆了解李大爷心思，开口说道：“换皮是有一定危险，但总比每天被脏东西惦记的好。只有千里做贼的，没有千里防贼的。更何况咱们也不敢保证血尸还会来帮忙，毕竟要2年呢，这日子可不短呢。”李大爷知道龙婆说的对，因此不再犹豫。换皮？要换谁的皮？事先说好，伤天害理的事情咱可不能做。断头鬼的样子看着吓人，其实内心很善良。李老头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修的都是正道，讲究积阴德，可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正要再说，却被王三哭丧着脸打断：“鬼爷爷，您老人家能不能别把脑袋放我腿上？我有点害怕。”原本沉闷的气氛被王三这么一闹轻松不少。断头鬼无奈，拎着自己脑袋飘到龙婆身边：“可惜呀，咱们就是想给孩子换皮也不容易，普通皮不起作用，最少也要1000年道行的灵物。可是这种家伙，谁会愿意把自己皮扒下来送给别人呢？”“可不是吗？我国封建时代
最残酷的刑罚就是扒皮抽筋，可见扒皮对活物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龙婆婆喃喃自语：是啊，这皮该去哪里找呢？我们可耗不起呀。出马仙长八爷因为刚才临阵脱逃的事情，自己也感觉做得不地道，现在自然要积极表现。千年道行领悟的皮就行，具体要什么样的没有要求吧？断头鬼点头，千年道行就行，没其他要求。长八爷勉强摇晃着身体盘在一起。那就好，此事交给我吧，我现在就能找来。眼见大家疑惑的眼神，长八爷有些恼怒。看什么看？不信我吗？别的东西不敢说，但我长家历代祖宗可是留下不少遗退。众人听完眼睛一亮，对呀，怎么把折类蜕皮这件事忘了？再者说出马仙长家历史悠远，有几张千年蛇皮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。蛇类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化龙而去，每个阶段都要褪去原本那层皮。蛇经历500年修炼变成灰，灰再经500年变成蛟，蛟驾着水势直奔大海，经历1000年变成蛟。每次晋级都要经历各种磨难，10万条蛇类能有1条化作蛟就不错了。事情定下来后，长八爷也不耽搁，驾前到黑风巢深山而去。按说混论祖宗遗退这种事情，怎么也要告知长家当代家主。但长八爷知道自己在家族中地位很低，说了也不一定管用，与其被拒绝，还不如先斩后奏。这些遗退放了好久也没人过问，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长八爷直接拿了年代最久远的一张遗退后，返回到龙婆婆家中。就连长八爷自己都不知道，这张遗退可不简单，这可是数千年前长家老祖由焦化求氏留下的龙皮。为了防止被族人发现，长八爷还自作聪明地将婴儿胎盘留下充数。带回遗退后，长八爷十分享受龙婆恭敬的目光。本仙今晚临阵退缩的事情。龙婆婆微笑接话：长八爷哪有临阵退缩？您老是想借马姨姥姥之力出去搬救兵。长八爷非常满意这个回答，嘿嘿一笑，和断头鬼一起回到偏房自己的堂口。李大爷开口问道：龙婆，如今皮有了，还需要什么？龙婆一边将遗退撒满香灰，一边回答：还要松香，一般的松香不行，要东山顶那棵老松的。王三好奇，开口问道：娘啊，您昨晚就让俺往东山下那棵老松树下跑，他也是仙家呀。龙婆轻轻在王三头上敲了一下：小孩子家的，不该问的别问。李大爷见龙婆满脸疲惫的样子，心中不忍：你在家休息吧，我去东山顶去松香。说完披上兽皮棉袄就往外走。龙婆赶忙拉住：李老头，你自己去，可求不来松香，还是等会儿咱们一起去吧。王三媳妇心善手巧，天刚亮的时候就已经用傻狍子皮做了一床小被子，皮不够，她还拆了自己一件粗布棉袄。80年代的农村，尤其是在雪山深处这种苦寒之地，布料比兽皮珍贵，没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人不会懂。龙婆用小被子将婴儿包裹严实，带上一些贡品，跟着李大爷一起出门。怕进山遇到熊瞎子，李大爷特意带上了自己的猎枪。虽说熊会冬眠，但这时候出来觅食的更凶。天气寒冷依旧，每次呼吸都会喷出白色雾气，脚踩在厚厚的积雪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农村人睡得早，起得也早。打扫积雪的村民热情地和2位老人打着招呼：大爷大娘这么早出去啊？昨晚是不是有狼崽子进村了？嗷嗷叫了半宿。龙婆心中暗笑，哪里是狼，分明是鬼叫。不过他可不会说出来，免得引起恐慌。东山距离村子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。2位老人直到中午才爬上山顶。远远望去，一棵青松孤傲地矗立在积雪中，偶有寒风吹过，发出轻微的嗖嗖声。龙婆婆知道李大爷心中反感神神鬼鬼的东西，因此开口说道：李老头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带孩子过去就行。认真摆好祭品，又点燃3炷香插好，龙婆婆才开口说话：松老，小丫头来看您了。一阵风吹过，青松枝叶摇动，像是在回应龙婆。远处李大爷听龙婆婆自称小丫头，不禁暗自好笑。不过转念一想也对，在这棵万年青松面前，龙婆确实只是小丫头。龙婆哪里知道李大爷的想法，自顾自地盘坐在青松身前。松老，我第一次来拜您，都是40年前了。那次要不是您出手，
我就被脏东西害了。这日子呀，过得真快，一转眼我都老了，您还是老样子，一点没变。龙婆婆就像是和长辈唠家常，一边说一边帮青松扫去积雪。再过些年，我就是想来看您老，怕也没力气爬山喽。这次来是想跟您求点松香，救救这可怜的孩子。龙婆婆说完，忽然起了一阵风，地上的积雪被风吹走，形成一个字凶。龙婆毫不奇怪，开口说道：可不是凶吗？还凶得厉害。她将昨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了出来。哎，要不是血尸突然出现，您就见不到我喽。龙婆婆说完不再开口，只是认真清理干净青松脚下所有积雪。又是一阵风吹过，青松上掉落一截枝叶，并流出几滴金色的松油，整个山顶瞬间充满香气。其中一滴随风飘落，正好落在婴儿嘴里。本来有些饥饿的小家伙立即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。龙婆婆先是惊讶，随后大喜，赶忙用瓷瓶将松油收起，紧跟着将掉落的松树枝紧抱在怀里。还是您疼我这个小丫头，有了您老这段万年松，那些孤魂野鬼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龙婆又和松树说了半晌，直到太阳西落，落日余晖透过松树，在雪地上形成个大大的回字。龙婆婆笑得十分幸福。哎，您老这是担心我，让我早点回去。行，小丫头这就走了，等过段时间我再来看您。过几年我要是走不动了，孩子就让我家三娃我们这孩子来孝顺您。回去的路上，李大爷好奇询问：龙婆，你不是说天黑以后脏东西就会来找娃娃吗？怎么刚刚你一点不着急下山？龙婆婆紧抱着怀中的松树枝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把它们种在院子里，咱们以后都不用怕脏东西登门喽。二老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漆黑一片。龙婆婆一边叮嘱王三媳妇给婴儿喂准米粥，一边亲自动手挖坑种松树枝，就连王三想要帮忙都被她阻止。小孩子笨手笨脚的，会冲撞了松老。说来神奇，松枝种下之后，整个小院仿佛温暖了许多。在偏房享受供奉的长八爷喃喃自语：龙婆居然把他老人家都请回来了，厉害厉害！晚饭过后，龙婆婆亲自动手，将长八爷带回来的一退一圈圈缠在婴儿身上，到最后，婴儿除了眼鼻口等露在外面，其余部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就连小丁丁都没遗漏。随后将混合无根水的松香仔细地刷满婴儿全身，然后又仔仔细细再包裹一层一退。这个过程反复了3遍，龙婆婆才长长松了口气。大功告成。王三瞪着大眼睛围着婴儿仔细打量半天。娘啊，挺好看的孩子，让你这么一弄可忒丑了，像个倭瓜。龙婆不愿搭理自己这个憨憨的儿子，自顾自地去偏房中给个堂口上香。一家人的晚饭很简单，稀粥拌咸菜条，稀粥管饱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吃一顿饱饭是许多人难以实现的愿望。饭后，李大爷拿出女尸留下的玉佩仔细观看，玉佩翠绿欲滴，一看就是块难得之物，放到现在怎么也能在京城买一处大房子。而且做工十分讲究，玉佩正面雕刻着一颗灵芝，灵芝下面有4个小字悬壶济世，玉佩背面刻着一个大大的华字。李大爷一手摆弄着玉佩，一手拿着金针，看来孩子的身世不简单呐。龙婆婆一声长叹，简单的话也不至于有人用一副凶胎害他们一家子，孩子牵扯太大，关于他的事情还是不要告诉外人。李大爷连连点头，对外就说我进山打猎时候捡来的，这孩子应该姓华，还没出生就这么多灾多难，咱就叫他华九难吧。于是本书主角之一的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。在2位老人精心守护下，婴儿慢慢长大，这过程中也没表现出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，只是吸收了一退之后，身上留下一种和纹身差不多的东西，一条囚龙盘在一棵青松上，囚龙狂傲，青松苍劲。龙婆婆这时候才意识到，当年长八爷拿回来的一退不寻常，因此每次进贡都悄悄给他多点。这可乐坏了长八爷，直夸龙婆有良心，并悄悄承诺下次遇到危险他绝对不会跑，至少在龙婆婆被脏东西害死前，他保证不跑。除此之外，
每年7月15华九难生日那天，龙婆婆都会带着她去雪山脚下等着，因为到了深夜，雪狮就会出现。雪狮肩膀上坐着的女尸是当年生华九难的娘，女尸已经被坚冰牢牢地和雪狮冻在一起。华九难给她娘磕完头后，雪狮就会露出僵硬憨憨的笑容，并留下几株百年老参或者雪莲之类的珍稀药材，直到目送龙婆婆抱着华九难远去，雪狮才回到大雪山深处。那时候华九难年纪太小，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，毕竟每个孩子都有娘，只是他娘和一个大个子叔叔住在深山里而已。事情再次变得诡异是在华九难5岁那年。这一年，整个小山村忽然爆发瘟疫，不长时间就病倒了1小半人。生病的人忽冷忽热，上吐下泻，几天折腾下来就瘦得不成人形，甚至有多个老人因此丧命。李大爷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一个劲地催龙婆婆想办法。龙婆婆也很着急，怎奈她是出马弟子，不是医生。出马弟子能治疗那些招惹了脏东西的虚病，可对这种实病毫无办法。万般无奈之下，龙婆婆只能尝试着改变风水布局，以田老四门前枯井为中心，做了个8面来风，只盼着能吹走村里的霉运。瘟疫拖了半个月，整个村子病倒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村民从镇上请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。终于有一天，一向强壮的王三哥也病倒了，而且病得比别人严重，很快就昏迷不醒，烧得满嘴胡话。龙婆婆愁得整日以泪洗面。三娃呀，你可不能像你2个哥哥一样狠心，丢下我老太婆不管，自己走了。瘟疫虽然严重，但日子总要过。李大爷还是每天带着华九难去山里护林，当然也会顺路打点野味回来，给王三哥补补身子。李大爷在前面走，年幼的华九难穿着一身臃肿的粗布棉衣在后面跟着，偶尔摔倒还会像个球一样滚出很远，因为积雪很厚，根本不会受伤。李大爷见小家伙滑稽的样子，难得露出笑容，也算是苦中作乐吧。李大爷只顾着笑了，却没注意华九难走走摔摔之间收集了很多草药，直到因为草药太多，他的小手拿不住，让李大爷帮忙的时候，老爷子才反应过来。作为一个百战老兵，李大爷对草药并不陌生，毕竟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，很多红色战士都是靠着草药活过来的。可华九难手里的草药，李大爷居然只认识少数几种。小九，你拿这些做什么？华九难那时刚5岁，说话奶声奶气的。给三叔治病哦，三叔好了就能带我去抓蛤蟆。李大爷将信将疑，急忙赶回村里。毕竟在他心里，华九难是个相当神奇的存在。当李大爷把草药给镇上的医生看时，医生震惊了。这老人家，这些是你采的？李大爷为了不暴露小家伙的秘密，只能硬着头皮承认。老头子以前学过一点皮毛，就是不知道这些药对瘟疫有用吗？医生很激动，大声说道：有用，当然有用。我怎么没想到用小柴胡汤呢？柴胡、黄芪、草果、甘草、半夏、长山，这是小柴胡汤的主要啊！哎呦，老人家，您的医术比我高多了。李大爷被夸得心虚，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。村民们服下汤药，果然都好了起来。当大家知道事情经过后，李大爷在村中的威望更高了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，就找李大爷来看。当然，他每次看病都会把华九难带在身边，然后爷俩一起进山采药。吃过晚饭，华九难坐在王三腿上揪他胡子。小孩子，尤其是5、6岁的小男孩，一会也闲不住，狗都烦这样的。尽管疼得厉害，王三也不躲闪，只是哭丧着脸求救。哎呦，娘，你管不管啊？小九又欺负啊！龙婆婆看着他们，脸上满是慈爱。小九难真是不凡，这么小就救了整个村子的人。李大爷连连点头。可不是嘛，也没见有人教他，难道这本事是娘胎里带来的？二老想不明白，干脆就不想了，反正技多不压身。更何况治病救人的本事，这可是积阴德的好事情。龙婆把华九难从王三身上抱起来，心肝宝贝的亲了好一阵。这时小家伙忽然说道：奶奶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姐姐在井里笑呢。龙婆婆闻言一惊，难道是脏东西？可九难已经换过皮了，不应该看到这些才对。龙婆婆却是忘了，龙皮可没盖住华九难的眼睛。小九啊，你在哪个井里看到的？和奶奶说说。就在田老四家门前的井里啊，
那个姐姐还飞出来，她在三叔背上舔他脖子呢。王三哥闻言吓得一个机灵，我操他大爷！娘啊，今天俺确实带着小九去田老四家玩了。俺说怎么进门之后，一阵阵寒着呢。小九，你看看，那玩意儿还在俺背上吗？花九男头也不抬，自顾自的在炕上爬来爬去。早就飞回井里喽，你连着放屁的时候它就飞了。王三哥瞬间脸红，俺早起那会儿，炒黄豆吃多了。龙婆婆没心思听我们胡闹，穿上棉袄向外走去。不行，老婆子放心不下，得去看看。李大爷跟着起身，我陪你一起去，等我回去拿大刀。龙婆婆示意不用。李老头，你在家看着孩子们，我请八爷陪我。一个孤魂野鬼，老婆子还能对付。李大爷知道龙婆婆本事，也就不再坚持。1个小时之后，龙婆婆带着一身寒气回来了。李大爷询问情况，龙婆婆却缓缓摇头，没有阴气，也没见到脏东西，应该是孩子看错了。李大爷放下心来，小孩子嘛，看错很正常。没事的话，都早点睡吧，我回去了。明天要早点起来，看能不能抓几只野鸡给三儿的媳妇补补。这时候王三媳妇已经怀孕，自然成了重点照顾对象。王三趁没人注意，一把将花九难抱住，挠他痒痒肉。好你个小犊子，敢吓唬俺！今天必须收拾你！华九男咯咯咯的笑声充满整个小屋。太阳缓缓下山，村民们结束了忙碌的一天。吃过晚饭，王三抱着幼小的花九难就往外走。娘，俺带小九去田老四家看电视，早点去占个好地方。龙婆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回答：去吧，记得早点回来就行。黑灯瞎火的，别摔了。田老四儿子在镇上工作，因此在村里是最富裕的家庭。他家里有9道沟村唯一的黑白电视机，17寸熊猫牌的。田老四为人好显摆，为了能让更多人奉承他，特意把电视搬到院子里。田老四媳妇和他女儿梅兰还会热情地给每人倒上一杯热水。半个村子的人都到之后，那场景就和后来放映露天电影差不多。虽然因为山里信号不好，只能收到2、3个频道，但在这个娱乐匮乏的年代，也是难得的消遣。小九难乖乖坐在王三腿上，等着广告结束，因为8点才有电视剧看。没记错的话，电视剧名字叫《某某》。三叔，我又看到那个姐姐啦！小九难一边吸自己手指，一边说道。王三有些不耐烦：你小子少他妈扯淡，哪来的姐姐啊你？就是昨天在你背上那个啊，不过她今天换了红衣服。王三听完吓了一跳：我操，小犊子，你又吓唬俺是不是？他在哪里呢？那俺咋看不见呢？此时的华九难心中还没有鬼这个概念，伸出小胖手指向田老四：不就在四叔背上趴着呢吗？你看呢，他还对你笑呢。王三赶忙仔细盯着田老四，可却看不到什么红衣女子。他这举动反倒是被村里其他小伙子嘲笑，他们以为王三在看梅兰。王三哥，你都有媳妇了，还盯着梅兰妹子，小心三嫂知道了揍你啊！王三可没心情胡闹，起身抱着小九男就往家走。少他妈跟老子扯犊子！先回去了啊，你们慢慢看吧。小伙子们以为王三难为情了，发出一阵哄堂大笑。回到家后，王三把刚刚的事情和龙婆讲了一遍。龙婆婆听得眉头紧皱：小九，撒谎不是好孩子，你真的看到老四背上有人？话久难见，龙婆婆不信，自己有些着急。小九没撒谎，那个红衣姐姐脸好白，还总是瞅三叔。三叔带我回来的时候，红衣姐姐一直跟着，到咱家门口才回去的。王三听完都快哭了。娘啊，看了女鬼记仇，这是恨俺用屁崩过她，俺以后可不敢吃炒黄豆了。龙婆婆没心情理会自己憨憨的儿子，立即拿出捆仙绳、3寸柳木小刀出门而去。可不能让脏东西在老婆子眼皮底下害人。然而奇怪的是，龙婆婆见到田老四还是没发现什么异常。耐心询问之后，田老四只是说这几天总是犯困睡不醒的感觉。龙婆婆接连2次登门，吓坏了他们2口子，尤其是田老四，眼神闪躲，显然是想到了什么。
田老四他媳妇紧紧拉着龙婆婆的手。老婶婶啊，是不是咱家进了脏东西？龙婆婆也不敢确定，只能出言安慰。侄媳妇儿别害怕，我也就是随便问问，咱们住这么近，有事情你喊一声我就听见了。其实龙婆婆心里没底，因此把自己的小木刀留在田老四家中。等老人家离开之后，被田老四挂在门上的小木刀忽然裂开一道缝隙，里面还渗出丝丝腥臭的黑水。第二天一早，心中有事的龙婆婆抱着华九难来到枯井边。小九啊，你再看看井底还有人吗？华九难奶声奶气开口：姐姐你在家没？我和奶奶来找你玩了。龙婆婆顿时哭笑不得，孩子这么一嚷嚷，就是有鬼也吓跑了。孩子，奶奶没让你喊，是让你看看。华九难点了点头，爬到井口瞧了一眼。奶奶，姐姐好像没在家啊。龙婆婆一脸无奈，取出几枚老钱丢在枯井里。没在家就算了，走，奶奶带你回家，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古钱能辟邪，可不是现在人理解的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而是因为铜钱在交易的过程中会在不同的人手中传递，沾染大量人气，人气也就是阳气，鬼怪属阴，畏惧阳气，所以铜钱有辟邪的效果，越旧的铜钱辟邪效果越好，这也是道士用铜钱见驱鬼的原因。转眼之间1个月过去，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。田老四一家不安的心逐渐放下，只当是龙婆的辟邪刀赶跑了脏东西，就连龙婆婆自己都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，一心一意准备迎接隔代人出世。怀胎10月，王三媳妇终于要生了，屋子里产妇疼得撕心裂肺，张嫂和龙婆紧张地忙碌着。院子里，王三披着满是补丁的棉衣，急得团团乱转。李大爷轻声安慰：哎，三儿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孩子就出来了。可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，生孩子对女人来说就是走一趟鬼门关，哪有那么容易？足足折腾了半夜，累得满头大汗的张嫂却说出个令人绝望的事情：孩子难产了，赶紧去找车送医院。王三听了如晴天霹雳，愣了一下后发疯一般向外跑。俺去借牛车，媳妇儿你坚持住啊！一向镇定的李大爷都慌了神，3步2步朝自己家跑去。他是着急回屋拿钱，这样一来，刚6岁的华九难就没人管了。小家伙自己跑进屋里，长时间的分娩加上大出血，使王三媳妇就连喊疼都没了力气，如今脸色苍白，气息奄奄地躺在炕上。张嫂看到华九难进来，立即驱赶：小孩子到外边去，别捣乱。华九难向来乖巧，闻言就往外走，不过1步3回头，眼中出现思索神色。等他到院子里，正好李大爷拿钱回来：小九啊，爷爷送你去老四家住一晚，我和奶奶要赶去镇里。张嫂在屋内听见，开口接话：去镇里不行，得去县城大医院。李大爷和龙婆婆一听全傻了，去县城那得有300多里路，即使能找到汽车送，以87年的路况，最快也要4、5个小时。张家媳妇儿路太远了，怕三儿媳妇儿坚持不住啊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啊？张嫂只是个土接生婆，哪有别的办法可想？就在这时，华九难开口：爷爷奶奶，我有办法，开骨散。二老知道小家伙厉害，赶忙追问：小九，你说的开骨散是啥？华九难此刻就像个小大人，面容严肃：当归1两，川穹5钱，龟板8钱，血鱼1团烧灰，加生黄芪4两，水煎服。李大爷将信将疑：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孩子这样能行吗？华九难深深点头：喝药前先把我娘给我的参王给三嫂含一片，一定行。参王是棵千年老参，华九难5岁生日时候血师送给他的，即使就要死的人吃一片也能吊住半小时的命。这种级别的野人参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已经脱离了药材范畴，算是灵物，而且是用钱都买不到的灵物。不说别人，就连常八爷都眼红很久，要不是畏惧血师，他都动了抢了就跑的心思。龙婆婆异常相信小家伙，可是这些药去哪里能找到呢？华九难倒是胸有成竹：除了龟板，我和爷爷都采过，就在院子里，我去拿。说完，迈开小短腿就去找药。可龟板要去哪里找？尤其是这深更半夜的，
关键时刻，出马仙长八爷的声音响在龙婆耳边：“你问问小东西，龟板是啥玩意儿？是不是乌龟壳子？要几百年道行的。”天地良心，只是治疗普通难产，根本用不着灵物。可长八爷为了表现，硬是回到山中取来一块千年土龟壳。众人忙碌之下，不一会功夫，开骨散已经煎好了。王三媳妇喝完药后，果然顺利分娩，生出一个白净的小姑娘，母子平安，自然皆大欢喜。张嫂还开玩笑地对李大爷说：“以您老这本事，以后就没人找我接生了。”背锅侠李大爷瞬间闹了个大红脸，他一个老头子走街串巷去给妇人接生，这画面想想都辣眼睛。张嫂用破布包好胎盘之类的脏东西，拎着起身告辞。龙婆婆怎能让人家白忙活半夜，取出钱来就往张嫂手里塞。张嫂百般推辞，坚决不要。您老这是把我当外人啦！按您这做法，以后我家要是有事情求您和李大爷，也得给钱呗。眼见张嫂坚决不收，李大爷出来打圆场：“算了，张家媳妇不要，你就别强给，赶明天我打几只兔子给他家送去。”张嫂笑呵呵答应：“这事儿行，到时候我再烫壶酒，您老和我家那口子一起喝点儿。”张嫂回家的路上，忽然觉得一阵迷糊，然后鬼使神差地走到田老四家门前，把胎盘扔进了枯井里。惨白的月光下，枯井中隐约传来诡异的笑声。片刻之后，一个女人缓缓爬了出来，径直朝着龙婆婆家飘去。张嫂走后，再也按捺不住兴奋的王三，将画酒难高高抛起，又接在手中，反复几次，兴奋的哈哈大笑：“小九厉害呀，俺没白疼你，明天还带你去抓蛤蟆。”被抛在空中的画酒难借着朦胧的月光，猛然见到红衣女子飘在院外，她仿佛畏惧什么，不敢靠得太近，一双白眼贪婪地盯着屋里的婴儿。画酒难大声招呼：“姐姐你在干嘛？不进来玩一会儿啊？”龙婆婆一皱眉头：“小九，你在和谁说话？”“就是以前见到的那个姐姐啊，她在咱家门外呢。”等李大爷、龙婆婆二人追出门后，却什么都没见到。洁白的雪地上，甚至连个脚印都没有。二老现在已经不怀疑是画酒难看错，脏东西挺邪乎，居然三番两次跑我的堂口来，得给他点教训。龙婆婆径直来到偏房，取出3炷香点燃，请归地堂仙家显灵，帮弟子查查脏东西路数。话刚说完，3炷香急速燃烧，几秒钟就变成了灰。这是仙家接受了龙婆婆请求，收了她的供奉。片刻之后，像是有人用手沾着香灰，在香案上写字：3合土，铁棺材，黑水处，命300。正当龙婆婆震惊时，香案上又出现一行字：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龙婆婆看得冷汗直流，迅速用手将自己擦去。怎么最近几年发生的事儿一件比一件邪乎？到现在铁棺材都出来了，就连仙家都劝我别多管闲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等所有人都睡下后，心中不安的龙婆婆自己来到院中，径直走到种下的松枝前，摆上3盘素菜。东老，村里闹脏东西了，还是从铁棺材里爬出来的，小丫头该怎么办？总不能看着她害人吧？许久之后，松枝只是随风轻摇，丝毫没有反应。龙婆婆无奈一声叹气：“宗老，您也不让我多管闲事，是吗？”回到屋里，善良的龙婆婆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直到天亮，李大爷过来吃饭时候，她才悄悄将事情讲了出来。李大爷面色凝重：“实在不行，我带几个村里的老壮力把枯井封上。”龙婆婆眼睛一亮，这倒是个办法。可不等二老行动，外面忽然传来机器的轰鸣声，门口路过的小孩边跑边喊：“快去看热闹啊！村南头4大爷家打井呢，还从镇上请人带了机器，那机器老大了。”二老齐齐惊呼不好，也顾不得吃饭，披上棉衣朝外跑去。田老四一家见到李大爷和龙婆婆还是很尊重的，就连他在镇里工作的大儿子田志刚也是一样。二老来了，快到屋里暖和暖和。龙婆婆哪有闲心进屋待着，开口问道：“志刚啊，你这是干啥呢？”田志刚一脸自豪：“我请镇里派人把老井重挖一遍，这个机器都拉来了，打出水来大家都方便。”田志刚说的倒是事实，整个9道沟村就2口井，还有1口在村外几里的地方，大家用水十分不方便，要是能多1口，对村民来说是件好事，因此半个村子的人才喜气洋洋地来看热闹。
龙婆婆犹豫片刻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却被李大爷用眼神阻止。老爷子抽了一口烟袋，笑着说道：政府关心咱老百姓，咱也不能亏待了来干活的同志。志刚，你给我回去把我昨天打的野兔子拿来，另外我还存了点白面，一起拿来，晚上时候给来干活的同志吃点好的。在这个困难时期，能吃到白面就是了不得的事情，更何况还有肉。因此田志刚和派来打井的小赵一个劲地向李大爷道谢。小赵还表示一定会加倍努力干活，争取明天就打出水来。等家里只剩下二老和华九难，龙婆婆终于忍不住开口：死老头子，刚才你为啥不让我阻止他们？李大爷深吸一口烟袋：你能阻止得了吗？没见镇政府的人都带着机器来了，你又敢不让打井？这事儿说小了是封建迷信，说大了就是破坏革命生产建设，你个老太婆可承担不起。李大爷顿了一顿，才继续开口：再说了，咱们也不敢确定，铁棺材就在井里，万一弄错了，那不耽误父老乡亲吃水吗？龙婆婆无奈：那你说这件事怎么办才好？李大爷一瞪眼：能咋办？凉拌！老头子就不信脏东西有多厉害，还能挡住我的大刀。他不出来祸害人还好，要是敢出来，老子一刀砍了他脑袋！龙婆婆不想和李大爷抬杠。行，就你李老头厉害，行了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咱俩还得提前做好准备。一转眼就到了傍晚，田志刚热情地来请李大爷、龙婆婆过去吃饭。二老，咱们走吧，球我都烫好了。要是平时两个老人可不会去，可现在担心井里的脏东西，不去也得去了。吃饭的时候，负责打井的小赵同志给李大爷敬酒。听说您老是老红军，我敬您一杯。李大爷也不含糊，拿起酒盅一饮而尽。辛苦你了，小赵同志。上午忙活半天，没遇到什么困难吧？报告老同志，困难倒是没有，就是井里的地太硬了，钻了半天也就挖了1米深。闻听此言，正吃饭的二老心中一惊，不会这么邪门，真的挖到铁棺材了吧？由于心中有事，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，好不容易熬到别人都酒足饭饱，龙婆婆立即拉着李大爷向外面走，所有人都出门相送，一直到门口的枯井边。龙婆婆假装好奇挖井的机器，其实是检查挖出来的土。借着月光，看着脚下一片灰白，龙婆婆就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趁人不注意，拿起一点挖出来的土闻了闻，心中更加肯定完蛋，真的是三合土。二老回到家里，李大爷开口问道：龙婆，啥是三合土？龙婆婆一声叹息：三合土是用石灰、粘土、沙子和黑狗血搅拌在一起，用来防止起尸或者镇压特别邪气的东西。李大爷在问：铁棺材呢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又是一声叹息。铁棺材更邪门，从老祖宗立规矩开始，你见谁家用铁棺材下葬的？铁是死物，不通阴阳，魂魄在里面是出不来的。用铁棺材下葬，就等于把人闷在铁锅里炖，再加上外面的三合土，这不是铁锅，是油锅。就算里面葬的是好人，这么多年下来也变成厉鬼了，还是最凶的那种。李大爷听完意识到事情严重，不行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再挖了，明天我去找他们。龙婆婆难得调笑：你不怕别人说你了？李大爷沉闷着脸回答：啥也没老百姓的命重要。这一夜注定不平凡，先是天气突变，北风刮得呼呼作响，紧跟着闷雷滚滚，轰隆隆的吼雷间歇，大片的雪花从天而降，足足有小孩子手掌大小。喝了不少酒，已经睡着的小赵忽然起身，棉衣也不穿，就朝着外面走去，眼神空洞。陪他一起睡的田志刚竟然毫无察觉。小赵走到门口，熟练地发动机器开始挖井，隆隆的雷声正好掩盖住机器的轰鸣。半小时后，井下忽然传来诡异的笑声，紧跟着冒出黑水，黑水仿佛煮沸一般，咕嘟咕嘟的不停翻腾。水表面上漂浮着龙婆婆扔下去的3枚古钱。李大爷和龙婆婆有心事，所以起得很早，暴雪下了一夜，足足有1米多厚，家家户户的房门都被堵得严严实实。不等打扫完积雪，一声惊叫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快来人呐！死人了！声音正是从田老四家方向传来的，不好出事了。
李大爷赶忙披上棉衣往外跑，厚厚的积雪使得每迈出一步都十分困难。二老赶到的时候，已经围了很多村民。快都让让！李大爷和龙婆婆来了，快让他们看看这咋回事！太邪性了！只见镇上派来挖井的小赵已经死在雪地里，下半身光着不着寸缕，脸上带着诡异的满足神情，看得一众大姑娘小媳妇羞红了脸。李大爷面色凝重：谁先发现的？和我说说这是咋回事？田家四婶面色苍白，要梅兰搀扶着才能勉强站立，说起话来也是磕磕巴巴，显然受到了惊吓。李大叔，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。早上开门扫雪，小赵已经这样了。龙婆婆走到井边，看着下面残留的黑水，仿佛明白了什么，用只有自己和李大爷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脏东西出来了！死人是件大事，尤其死的是镇里来的同志。田志刚已经吓得六神无主，拉住李大爷衣袖问道：大爷啊，这可咋办好啊？李大爷强打精神，开口叮嘱：事情瞒不住，先报警，然后报告镇里领导，另外看紧这里，别动任何东西。田志刚连连点头：行，我这就去，都听您的。这是小山村110年来第一次发生命案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围观的村民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有一样想法十分一致：镇里来的赵同志不是被人杀的，一定是脏东西害的。其一是村里就几百口人，大家知根知底，互相了解，都没有杀人的动机。其二是赵同志的死法太诡异了。龙婆婆，村里出了脏东西，您老人家得管管呐。是啊，需要俺们做啥您就吩咐。脏东西不出，谁家日子都过不安生。情绪最激动的是田老四，他脸色比自己媳妇都白，全身哆嗦，紧拉住龙婆婆央求：老婶子，您无论如何要大发慈悲想想办法，不然我这一家人可就没活路了。这话说的明显是话里有话，可惜当时众人都没听出端倪。龙婆婆有苦自知，这次铁棺材里爬出来的脏东西凶得厉害，不但出马仙家，就连松老都不让他多管闲事。可自己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，怎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脏东西祸害。龙婆婆想起仙家写的字，心中又是一声叹息：丧河图，铁棺材，黑水出，命300。可怜整个村子也就300多口人，这么一说，脏东西是要弄死所有人才能消停。龙婆婆咬咬牙，下定决心，就算拼了老命也要除掉这个祸害。从今晚起，所有人过了晚上8点都不许出门，尤其是壮小伙子。张家媳妇儿，你去通知所有人家，一会儿都来我家领香灰，把香灰用布包起来带在身上。张嫂赶忙点头：婆婆您放心，我这就去，还需要我们做啥？您一块儿说。围观的村民也都跟着点头：是啊，龙婆，您老尽管发号司令，俺们所有人都听您的。龙婆婆这时候也不会客气，立即吩咐道：把所有黑狗、公鸡都杀了放血，把血洒在自家房前屋后，谁家没有黑狗、公鸡的，都去别家要点。这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，可不能只顾着自家。村民闻言连连点头：龙婆婆，你放心就是，咱们这嘎达没有自私的人。于是半日之间，村里所有的公鸡和黑狗都被杀了，这惹得所有母鸡哀怨地叫了很久。等到村民排队来龙婆家领香灰的时候，龙婆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人多灰少，根本就不够分的。龙婆婆急得焦头烂额之时，猛然看到院中青翠欲滴的松枝，她赶忙摆上贡品，带着满院子男女老少跪地磕头：松老慈悲，救救我们！半晌之后，一阵风吹过松枝，发出一声类似老人的叹息。龙婆大喜过望，赶忙吩咐：没分到香灰的人家，跟我家3娃去东山顶找松老，家里有几口人就带上几根红布条，每人拔1根松针回来，以后都随身带着。记住，一人只能拔1根，拔完之后要诚心诚意给松老磕头，然后把红布条绑在树枝上，这过程一步都不能差，记住没有？事关自家性命。村民们点头回答：龙婆婆，您放心，我们都记住了。村民们忙碌的时候，
派出所的警察骑自行车赶到了村里，带队的是周立民所长，他是退伍军人，在派出所工作了好多年。同来的还有一个姓赵的乡镇干部。在这连盗窃都很少发生的地方，死人是天大的事情。勘察过现场，又走访了周边村民后，周所长眉头紧皱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甚至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仿佛小赵忽然就死在这里。死之前还做过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，真是活见鬼了！怎会这样？李大爷犹豫很久，最终还是走出人群。神神鬼鬼的事情可不是普通人能解决的，他实在担心会再出人命。田志刚赶忙开口介绍：周所长啊，这位是我们威望最高的李大爷，村子里大事小情的都是他老人家做主。周所长上前一步，热情地和李大爷握手：老先生，我姓周，你叫我小周就行。李大爷也不客气，况且自己称呼对方小周，真不算委屈的。小周同志，老汉能不能单独和你说点事儿？好啊。正愁没有突破口的周所长立即点头：老人家，我们去屋里谈。见此情景，同来的赵姓乡镇干部不高兴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轻视了。赵干部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李大爷：老同志干嘛要神神秘秘的？有事情就在这里说，任何事情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，没啥见不得人的吧？除非你和这起命案有关，人是你杀的。这话一出口，立即惹了众怒。李大爷在村里的威望比龙婆婆都要高，尤其是在那场瘟疫之后，可以说在九道沟村民心里，李大爷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姓赵的干部说李大爷是杀人犯，就等于指着全体村民的鼻子骂祖宗。最先发难的是泼辣的张嫂：你这同事会不会说话呀？无凭无据的，怎么能乱冤枉人呢？原本在一旁看热闹的村民纷纷附和：就是，李大爷是好人，我们都能给他做证。有脾气暴躁的村民甚至要动手打赵姓干部，幸亏被别人拉住：别在这儿打他，警察在呢，光天化日的也会给李大爷添麻烦。一会儿咱们几个去村外等，在这瘪犊子回去的路上打他，把自行车都给他砸了。说话的人虽然尽力压低了声音，怎奈庄稼人天生大嗓门，还是被赵干部听得一清二楚。反了你们这群刁民啊！还想打我？我是国家干部，看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！赵干部的话彻底激怒了在场村民，群情激愤下，纷纷冲了上来：你他娘的叫谁刁民呢？乡亲们一起上，打死这个狗娘养的！田志刚见此，急得满头大汗，一面是他领导，万万不敢得罪，另一面是从小一起生活的父老乡亲，这要一句话说不好就会伤众，因此只能小声对李大爷说道：您老实说句话吧，这位是村长小舅子，真要打了他，吃亏的还是咱们的。李大爷是老红军，一身脾气又臭又硬，若不是顾全大局，他可不管什么乡长小舅子，就是市长他爹，老爷子都照打不误。狠狠地瞪了一眼赵干部后，李大爷对着村民一声冷哼：都闭嘴，消停的一边待着去。村民见李大爷发话，立即不再嚷嚷，不过看向赵干部的眼神更加不善。瘪犊子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赵干部面对暴怒的人群已经吓坏了，不过依旧外强中干地对周所长咆哮：老周，他们要打国家干部，你管不管啊？周所长心里清楚赵干部是什么货色，因此也不给他好脸色。你是国家干部，我是人民警察，你对老子喊什么？再说了，父老乡亲们不是还没打你呢吗？等打了你再说。村民听了周所长的话，纷纷拍手叫好。田志刚怕赵干部恼羞成怒，赶紧将他带到自己家里。等只剩下自己和周所长后，李大爷开门见山：小周同志啊，你信这世界上有脏东西吗？周所长一愣，随后义正言辞说道：老同志，我们警察都是唯物主义者，你有宗教信仰我不反对，但请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。李大爷十分欣赏周所长为人，因此也不生气，反而笑呵呵地问道：你也是当兵退伍的，79年对越反击战参加没有？周所长一愣，随后开口回答：老先生，我没参加那场战争，不过听别的战友说起过当时的情况。说到这里，周所长沉默了，因为据他了解，那场战争中敌人方面用过邪术。李大爷点上烟袋，慢慢吸了一口，然后从里面衣服中取出3枚带着体温的勋章。小周同志，你看看这个。周所长接过仔细观看，立即惊呼出声：81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！他马上起身，
干脆利落地敬了一个标准军礼。老将军好。李大爷笑呵呵地将勋章收回，重新放在怀里。什么老将军，都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老头子就是个普通的退伍老兵，要不是发生这种事情，怕你不相信我的话，老头子也不会给你看这些。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，记住没有？周所长略一犹豫，还是挺直了身体，大声回答：报告老将军，周立明记住了。李大爷无奈一笑：记住了还叫老将军？放松点儿。周所长用了10几分钟平复情绪，但眼中崇拜神色更浓。老将军，老同志，上阵杀敌咱不怂，但对付脏东西没有经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听您指挥，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老爷子猛地起身，重重一掌拍在桌子上。哼，还能怎么做？弄死他个瘪犊子！敢祸害咱老百姓的，不管鬼子还是恶鬼，一律歼灭，绝不姑息。周所长立正敬礼，大声吼道：坚决执行命令！既然达成了共识，李大爷让人把龙婆婆请了进来。对付脏东西，他才是专业人士。3人商量片刻，约定在天黑之前把铁棺材从井里挖出来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后，再琢磨怎么定的。其实挖出铁棺材的最佳时间应该是中午，那是1天之内阳气最重的时候。可如今情况紧急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周所长以保护现场的名，拉起警戒线，不让任何人围观。龙婆婆请出开山木和金银扇，悬挂在枯井上方，并在枯井4周按9宫方位埋下古钱，增加阳气。开山木也称出山木，是合出马仙唐丹。大印一样重要的法器，是坐镇唐营，稳固军心。显法正道的必备法器金银扇，是出马仙堂口里迷惑类的法器始祖。龙婆婆担心出现意外，把装有香灰的小布袋分给大家，并叮嘱在收了脏东西之前一定要随身携带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刚要动手挖铁棺材，却被赵干部打断。只见他满身酒气地走来，身后紧跟着田志刚和他爹田老四。赵干部边走边嚷嚷：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有破案线索为什么不通知我？想独占功劳，别忘了我代表的是乡政府，无组织无纪。田志刚眼见李大爷脸色越来越差，而赵干部还没完没了的叨叨，立即陪着笑脸打圆场。李大爷，周所长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陪着赵领导在一边看还不行吗？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。李老爷子一声冷哼：哼，想看就看着吧，一会儿别吓尿裤子就行。赵干部坐在田志刚搬来的凳子上，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喋喋不休：案子破了，我是首功，一切都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。众人懒得搭理这个白痴，开始动手忙碌。过程就不细说，总之3个青年干警再加上周所长、田志刚2人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铁棺材从井底拉上来。一阵腐朽的腥气呛得众人连连咳嗽。龙婆婆仔细观看，果然见到铁棺材顶部被钻井机打出一个小洞，腥臭的味道就是从洞里飘出来的。赵干部显然酒意上头，不顾田志刚阻挠，围着铁棺材转圈观看。你们费了半天劲儿，就为了挖出这么个东西？难道凶手藏在里边啊？李大爷心中冷笑，被这个白痴说对了，凶手还真在这里面。随手丢给赵干部一个香灰布袋。李大爷冷冷说道：别说老头子不照顾你，随身带好。赵干部显然没当回事，敷衍地装进自己裤兜里，口中依旧说个不停：都别愣着了，挖出来了就打开看看，万一里面有文物，我又多立一功。铁棺材打开的一瞬间，恶臭袭来，又有隐约的鬼笑声回荡在众人耳边。众人都被棺材里面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尤其是赵干部，吓得妈呀一声摔倒在地，手足并用的往田四叔家爬。慌乱之间，李大爷给他的香灰包都掉到了积雪中。救命啊！有鬼啊！只见棺材里满是黑水，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尸被人用铁钉钉在棺材底部，全身皮肤都被扒去，下身更是一片血肉模糊，脸被利刃割得面目全非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都消失不见。龙婆婆面色更加凝重。不朽尸，生前被人折磨这么惨，难道刚出来就要害人？周所长强忍恶心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
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也做得出来，一定要一查到底，将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在大家义愤填膺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咕咚一声，田老四仰面朝天的摔倒在地，面容呆滞的不停重复一句话：他回来了，他回来索命了。李大爷一个箭步走到田老四身边：老四，你知道什么赶紧的说出来，人命关天的时候就别藏着掖着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田老四才缓过神来，精神萎靡地开始讲述老田家隐藏已久的秘密。整个事情发生在100年前，那时候老田一家是百里闻名的大户。铁棺材中的女尸，按辈分讲是田老四的三奶奶，戏班子出身，人长得美，可怎奈就是不守妇道。嫁给田老四爷爷后，又和一个官宦子弟勾搭成奸。而且根据祖辈人讲，他勾搭的人还不止这一个。用现代话说，田老四的爷爷绿帽子戴得比3层楼都高，简直能绿化一片沙漠。田老四爷爷奈何不了官宦子弟，只能把一身怒气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。面对女人求饶，田老四爷爷还不解气，又让人刮破了女人的脸，割掉她的五官，最后在一个江湖术士的指导下，把女人扒皮抽筋，活生生钉在铁棺材里。这种丑事，尤其还弄出了人命，老田一家自然不会到处张扬，就连子孙后代也没有告诉。田老四只是隐约知道有这件事，但是当年把铁棺材埋在什么地方，他却一无所知。他要是知道，就埋在门前的井底，怎么也不会让田志刚去挖的。众人听完事情经过，齐齐陷入沉默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，尤其是男女方面的事情，外人还真不好过多评价。况且这件事情过去了100多年，许久之后，田志刚率先开口，不过他的角度就比较清奇了。李大爷、龙婆婆、周所长几位同志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不然我的政治前途就毁了呀！李大爷一声冷哼：谁也说你家的破事儿，现在关键问题是怎么对付脏东西。田老四赶忙接话：对，李大爷您说的对呀，必须先收拾脏东西，不然我们一家人都别想活。在这方面，龙婆婆是专业人士，因此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。眼下关键是先把尸体烧了，现在有金银扇压着，脏东西还不知道咱们挖到了它，不然等天黑后麻烦就大了。田老四战战兢兢地问道：老婶子，天黑后能有啥麻烦？龙婆婆瞟了她一眼：魂尸合一，那时候老婆子更对付不了他。田老四听完，脸色一片煞白：快，都听老婶子的，赶快把尸体烧了！村外乱坟岗千百年下来，里面满是无主的坟头，熊熊烈焰下，女尸被一点点烧成灰烬。最后时刻，四周忽然传来凄厉的惨嚎，女尸充满恨意的声音回荡在整个乱坟岗。你们都要死！天黑之后，你们都要死！随着火光的熄灭，声音也跟着消失。龙婆婆满脸担忧：知道他凶，没想到凶成这个样子，大白天的都能显形发生。幸好发现的早，烧了他的肉尸。烧掉女尸后，不但能防止她魂尸合一，还等于断了她的根，起码让女鬼损失了一半的道行。李大爷看着渐晚的天色，开口说道：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龙婆，你吩咐吧。龙婆婆边往回走边回答：脏东西对老田家恨意最大，今晚一定来祸害他们，咱们就在老田家等他。龙婆婆的话让田老四大喜，赶忙连连点头：你们今晚都住我家，我让家里那口子给大家包饺子吃。等众人回到田老四家，被吓晕过去的赵干部已经醒了。他听说今晚女鬼会来索命，立即大惊失色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待了，我要回镇里去，现在就走。周所长，我命令你们送我先回去。周所长鄙视地看了一眼赵干部：我们派出所不归你管，要回去自己走。你敢不听我的话？你不怕我去我姐夫面前告你吗？周所长懒得理他，干脆扭过脸去。赵干部见状，只能对田志刚发号施令：志刚，我命令你跟我回这里，找我姐夫汇报工作。田志刚顿时为难：领导啊，家里出了这么大事，我离不开呀。再者说，天就要黑了，路上也不安全。不行的话，我安排您去别人家住一晚，等明天天亮，我一定早早的送您回去。龙婆婆先是回到家里，按惯例给每个堂口上香进贡。老婆子还是放心不下村中父老，决定和恶鬼拼了。倘若今晚我丧命在那畜生手里，请各位仙家念在几十年情分上，保我家人平安。龙婆说完，
恭恭敬敬的鞠躬行礼。片刻之后，供奉的牌位一阵颤动，香案缓缓出现一个黑字“可”。龙婆婆面露喜色，再次上了3炷香，反复叮嘱王三看好家后，龙婆婆抱起华九南亲了又亲。好孩子，万一奶奶回不来，要乖乖听你三叔的话，将来好好读书。要是能考上大学，老婆子就算死也含笑九泉。华九难毕竟年幼，不懂龙婆婆的意思，傻里傻气地问道：奶奶今晚不在家里睡啊？我一个人会害怕的。龙婆婆捏了捏她的小脸蛋：小九乖，不怕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早晚要自己睡。华九难委屈地搓着手指，眼泪汪汪地说道：那好吧，奶奶你明天可要早点回来。龙婆婆强忍泪水，放下华九难，出门而去，走到院中，又恭敬地给小松树鞠了一躬：松老，家里交给您了。龙婆婆刚转身离去，一根松针无声脱落，嗖的一下插入龙婆婆斑白的发髻里。王三带着华九难目送老人离去，长叹一声，关上了门。此刻这个北方大汉已经满脸泪水，华九难虽不知道王三为什么哭，但也跟着流泪。三叔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疼？别哭，小九给你找药吃。王三再也忍受不住心中悲伤，俯身紧紧把华九难抱在怀里。阿娘，和李大爷去和脏东西拼命，怕是回不来了。以后只能俺们爷俩相依为命了。要不是怕你和俺大闺女没人管，俺也去和脏东西拼命了。华九难幼小的心里没完全明白王三的意思，不过隐约感觉到自己要失去爷爷奶奶了。王三心情悲痛，晚饭时喝了不少酒，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。华九难一个人躺在龙婆婆屋里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房顶，脑中总是回荡着一个念头：奶奶和脏东西打架，回不来了。想着想着，华九难再次哭出声来。在这个黑暗的夜里，5岁的他显得那么孤单无助。哭了一会儿，华九难猛然间想起奶奶说过，陪着自己娘的那个大个子叔叔打架很厉害，要是他能帮忙，一定可以打败三叔口中的脏东西。于是小家伙胡乱穿好衣服，壮着胆子悄悄溜出家门，直奔雪山而去。银白的雪地上留下一排整齐的小脚印。龙婆婆回到田老四家后，先是在院中撒上狗牙磨成的骨粉，又用黑狗血泡过的棉线拉满整个院子，每根棉线上挂着一个铃铛，布下拘魂网、摄魂铃。这不是出马弟子的手段，而是龙婆婆早些年和一个路过的道士学的。李大爷端坐在院中，背上背着白斩大刀。小周同志，脏东西来了，你也帮不上忙，先去休息吧。周所长不为所动，依旧站在李大爷身后。老同志，我什么都敢做，就是不敢当逃兵，临阵脱逃要被枪毙的。再者说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脏东西来了，我就是用牙咬，也咬他一块肉下来。龙婆婆看着一脸坚决的周所长，心中暗想，这人却是个好帮手。鬼怕2种人，一种是一身正气的，一种是一身杀气的。而周所长和李大爷一样，恰恰2者都有，只是他没上过战场，杀气没李大爷那么浓烈。不过即便上过战场的人，杀气强过李大爷的也不多，毕竟这老头子亲手杀的敌人可是用百算的。龙婆婆笑呵呵地把捆仙索递给周所长。小周同志既然有心，那就留下吧，一会儿脏东西来了，你就用这个抽他。周所长高兴的就像刚分到枪的新兵，笑呵呵的连连点头。老同志放心吧，我虽没学过鞭法，但却有一身力气，脏东西不来就算了，要是敢来，我打头阵。这时候跟周所长一起来的2个年轻干警也走了出来。老人家，这种鞭子还有吗？也给我们一人分一个。屋内田志刚见此情景，犹犹豫豫地问田老四：爹啊，我要不要出去帮忙啊？田老四一瞪眼睛，轻声训斥：你出去干啥？嫌命长吗？老实在屋里待着。山村的夜晚历来很安静，尤其是今夜简直安静得吓人。将几个年轻干警劝回屋内后，院中只剩下李大爷、龙婆婆、周所长3人。龙婆婆半开玩笑说道：小周同志，你这个衙门中人，没想到有一天会动手抓鬼吧？
周所长哈哈大笑：“老人家，只要威胁咱老百姓的，不管是人是鬼，我都抓。另外叫法变了，现在不叫衙门，叫派出所。”李大爷抽了一口烟袋：“老头子，消息闭塞。小周同志，我打听件事儿，听说咱国成立了专门对付脏东西的部门，真的假的？”周所长轻声回答：“要是别人问，我一定说没有这事儿。但您老人家问，我自然有啥说啥。我听老战友说，确实有这么个机构，只是他们很神秘，我这层次的人接触不到。”就在这时，月色忽然暗了下来，一阵阴风吹过，风中都是腥臭的味道。整个村子响起诡异的笑声。龙婆婆一眨不眨地盯着枯井方向：“脏东西要出来了，你们小心！”只见一个红衣女鬼缓缓从井里爬了上来，骨瘦嶙峋的青色手臂支撑着身体，阴风吹起她粘稠的长发，露出一张割去五官的脸，没有皮肤，一身烂肉。女鬼张开黑红的嘴，朝着龙婆三人狞笑，黑水从嘴里流出，掉落在雪地上。“你们该死，你们都要死！”和想象中的不一样，女鬼恶狠狠地盯了几人一会儿后，居然歪歪扭扭地朝着村子里走去。周所长一愣，开口问道：“他怎么没进来？我们要不要追？”龙婆婆回答：“不用追，这种东西怨念很深，第一个报复的一定是老田家后人，我们守在这里就好。”片刻之后，村里忽然传来一阵狂暴的狗吠，忽然间狗吠戛然而止，几声呜咽之后就没了声音，紧跟着响起一个男人嘿嘿嘿的傻笑，随后一声惨叫，再也没了动静。李大爷三人面面相觑，刚刚那个男生好像是被田志刚安排到别人家的赵干部。事情果然如此。昏暗的月光下，女鬼垂着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回来，骨瘦嶙峋的青色手臂上拎着衣衫不整的赵干部。此刻的他和死的小赵一样，只是赵干部显然没死，脸上挂着痴呆满足的笑容，身体一抽一抽的，像极了羊癫疯发作。李大爷一声暴喝：“畜生，你敢害人！”女鬼也不说话，晃了晃半死不活的赵干部后，拎着他朝村外走去。李大爷一马当先冲了出去：“不能见死不救，我们追！”龙婆婆、周所长赶忙跟上。女鬼虽然走路姿势怪异，但速度极快，即使拎着一个人，李大爷他们还是追不上。一直到了村外乱坟岗，女鬼才主动停下，挑衅地看了一眼李大爷后，将赵干部扔进白天放在这的铁棺材里，自己也没拖进去。铁棺材猛然盖紧，里面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：“快救人！”李大爷三人奋力推棺材盖，怎奈他就像焊死了一般纹丝不动，就连龙婆婆撒出去的香灰都没有丝毫作用。搬炷香时间过后，棺材盖猛然弹开，猝不及防的李大爷三人被撞得吐血倒在地上。女鬼桀桀怪笑着飘了出来，丢垃圾一般把赵干部丢在雪地上。此时的赵干部面色死灰，一双瞪大的眼睛已经毫无神采。他死了，但脸上却带着诡异的满足神情。女鬼桀桀怪笑，湿漉漉的长发随风飞舞，露出那张恐怖的脸。她缓缓扭头，贪婪地望向周所长。龙婆婆挣扎起身，将一瓶黑狗血泼向女鬼。畜生受死！黑狗血淋在女鬼身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同时冒出阵阵黑烟。女鬼一声惨叫，急速后退。周所长趁着这个功夫，强忍疼痛爬了起来，用牵绳打向女鬼，可惜一击落空，女鬼怪笑一声消失不见。周所长愣神的时候，赵大爷一声大吼：“小周同志，脏东西在你身后！”周所长感觉后背一阵森寒，随后被女鬼掐住脖子带进铁棺材里。棺材盖猛然飞起，再次牢牢扣在棺材上。李大爷踉跄着跑到棺材旁边，奋力去推棺材盖。龙婆，快想办法救人！眼见周所长就要被害，龙婆婆自然心急如焚。她将堂前供奉的开山木取出，镇在铁棺材上，不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口心头血。开山木染上心头血，发出阵阵红光。龙婆婆左手高高举起，重撞拍在开山木上，铁棺材里传来轰的一声闷响。随后女鬼和周所长同时发出惨叫。龙婆婆怒目圆睁：“畜生，你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婆子拼着性命不要，也要用血雷劈死你！”女鬼桀桀怪笑：“劈死我，这个人也别想活！”
龙婆婆无奈，破口大骂：“不守妇道，臭不要脸的东西！老婆子今天一定要收了你！”她双目紧闭，手捏奇特法诀，单脚在地上狠跺3下。有请长八爷！阴风呼啸，龙婆婆眼睛变成绿色，中间一道树瞳。出马仙长八爷幽怨的声音从龙婆婆体内传来：“咱不是说好了不管闲事儿？你这老太婆还请我做什么？哎呦，棺材里爬出来的东西，本仙招惹不起。看在几十年交情的份上，我带着你们跑吧。”龙婆婆赶忙阻止：“长八爷，弟子不需要您和脏东西拼命，只要能推出铁棺材，救里面的人出来就行。”眼见长八爷依旧犹犹豫豫不肯答应，龙婆婆开口补充：“这畜生肉尸已经被弟子烧了，如今道行被废1半还多。只要您老人家救里面的人出来，老婆子让人给您建庙，立长生牌位。”动物修炼者为什么要出马？还不是为了积累阴德，享受香火供奉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出马仙更是如此。要是真能建庙，被全村人祭拜，长八爷以后的修行之路会顺利太多，最少也不再是他这一辈所有兄弟中垫底的那个。老婆子，你说话算数。长八爷，咱们相处几十年了，弟子啥时候骗过您？得到肯定回答，长八爷顿时来了精神。既然如此，今天本仙豁出去了。然而不等长八爷有什么动作，铁棺材里传出女鬼一声惨嚎，随后棺材盖炸飞，周所长叽里咕噜地滚了出来。幸亏长八爷反应快，带着李大爷及时躲开，不然再被棺材盖撞一下，老爷子不死也得丢半条命。3人紧紧站在一起，看着前方雪地上不断发出痛苦惨嚎的女鬼。龙婆婆心中疑惑，开口问道：“这畜生怎么了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”周所长，一个40多岁的北方大汉，脸瞬间红了，一边尴尬地拎着裤子，一边讪讪开口：“脏东西把我抓进去前，我趁他不注意，把黑狗血和香灰放在嘴里，等他咬我嘴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些都吐他嘴里了。”女鬼什么德行，3人心里都清楚。周所长说是咬嘴，那就是咬吧，说破了大家都尴尬。李大爷犹豫片刻，还是开口问道：“小周同志，你没吃亏吧？”周所长闻言脸更红了：“向祖师保证，我周立明还是纯洁的。”龙婆婆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李大爷：“死老头子，什么时候了还没个正经？”李大爷发现自己这话问的没水平，嘿嘿一笑，不再说话。人间清醒，长八爷十分无奈，主动将话题拉了回来：“我们还是趁现在跑吧，一会儿这东西缓过劲儿来，本仙可没把握对付他。”“好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！”女鬼满脸怨毒地飞到空中，腥臭油腻的头发随风飞舞。不过吞下黑狗血和香灰之后，她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。“大家小心！”龙婆婆警惕地举着开山木，紧盯着女鬼。女鬼一声尖笑，铁棺材猛地飞起，朝着李大爷3人砸了过来。成百上千斤的大家伙砸在身上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3人赶忙狼狈躲避。女鬼趁乱忽然出现在周所长身后，张开冒着黑水的嘴，朝他脖子咬了下去。显然心中恨极了这个让他身受重伤的家伙。先加附身的龙婆婆反应最快，一把将周所长推开，可他自己手臂却被女鬼咬下一块肉来。剧痛之下，长八爷、龙婆婆齐齐惨呼出声。眼见女鬼还是如此凶悍，长八爷内心翻江倒海。他想跑，可是又担心自己跑了之后，龙婆婆刚才承诺建庙的事情作废。毕竟姓周的小子自己逃出铁棺材的，他长八没帮上忙。可是不跑的话，实在没勇气面对凶悍的恶鬼。在龙婆婆几人陷入危机的同时，幼小的华九难也遇到了危险。小家伙离开家门后，本想去雪山脚下找雪狮救自己奶奶，可是他连最基本方向都走错了，径直朝着麻衣山而去。麻衣山因为山中一座古坟而得名，坟里面住的就是麻衣姥姥。茫茫夜色中，四周不时传来各种奇怪的声音，有动物叫声、呼呼风声，甚至隐约还有诡异的笑声传来。华九难害怕极了，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自己，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，几次都想回家，但想到要救奶奶，又强忍着恐惧继续往前走。由于过于害怕，他越走越快，只想快点找到自己娘和那个大个子伯伯。不知不觉间，连丢了一只鞋都不知道，稚嫩的小脚丫直接踩在雪地上，被石头之类的东西割得鲜血淋漓。北方的雪夜滴水成冰，
华九难已经冻得全身颤抖，小脸青红一片，受伤的脚更是钻心的疼。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小山坡，前面却是断崖，再也没有路了。脚上的血腥味引来狼群，嗷嗷叫的声音由远而近。花九男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终于哭了出来。娘，你在哪儿？我害怕。忽然间，咯咯咯，嘻嘻嘻的笑声响起，一红一白两个纸人随风飘来，正是华九男出生时来找过麻烦的鬼皮。狼群见了脏东西，吓得转身就跑。然而鬼皮可没打算放过他们，一人抓了一只，咬得鲜血淋漓。凄厉的狼嚎声在诡异的夜里显得更加刺耳。咬死了狼，鬼皮凶性更大，带着诡异僵硬的笑容朝华九难飘来。两只鬼皮手拉着手扑向华九南，就在接触到他身体的一瞬间，却猛然弹飞出去。鬼皮身上甚至冒出丝丝火光，眨眼之间烧焦了半个身体。昏暗的月光下，华九南身上隐约腾起一棵青松，青松上盘着一条仰天咆哮的蛟龙。鬼皮受此重创，却依然不肯离开，依旧惨笑着，一点点接近华九南。几次试探过后，华九南身上的青松蛟龙虚影越来越淡，隐隐有消失的趋势。两只鬼皮见此，笑得更加诡异，咯咯咯，嘻嘻嘻。就在危急时刻，8只红衣女鬼抬着轿子凭空出现。原本凶悍的鬼皮吓得瑟瑟发抖，甚至不敢继续飘着，佝偻成一团落在地上。麻衣姥姥阴恻恻怒骂：没有灵智的畜生，给本仙家死远点儿！两只鬼皮如获大赦，仿佛融化了一般，消失在原地。华九难在龙婆婆和李大爷悉心教育下，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，也知道是轿子里的人救了自己，所以强忍疼痛，含着泪说道：谢谢奶奶救我。麻衣姥姥看着乖巧的华九难一愣，伸出的鬼手犹豫一下，又收了回去，心中暗想：罢了罢了，如今吉因子已经换皮，就算害了他，对我帮助也不大。再者说，这小家伙背后的人，无论老松还是雪狮，姥姥我都得罪不起，就当结个善缘吧。一念至此，麻衣姥姥换上和善的笑容，缓缓飘出轿子，却是个地主婆一般打扮的裹脚老太太，头戴墨额，双腮大红，同样涂了大红的嘴唇显得格外小，深紫色绸缎服，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拿着旱烟袋。好孩子，刚才你叫我什么？华九南终于遇到人，感觉十分亲切，虽然这个人长得古怪了一些。我刚才叫您奶奶。修行有成的鬼和人一样，心思百转。麻衣姥姥看着满脸泪痕惨兮兮的华九南，真是越看越心疼，越看越喜欢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别叫奶奶，叫姥姥。哎，真是委屈你了。龙婆那老太太也真是的，一个孩子都看不好，怎能让你大半夜的一个人到这荒郊野岭来？麻衣姥姥边说边将华九南抱在怀里。被抱着的华九南不但没感到暖和，反而更冷了，颤抖着对麻衣姥姥说道：姥姥，我是来找我娘和大个子伯伯的，我想让他们去帮奶奶打脏东西。通过华九难似是而非的讲述，麻衣姥姥已经大概明白事情经过。哎呀，铁棺材里的东西出来了，也是，就凭龙婆和常家老八那点本事，还真对付不了他。走吧，就凭你叫我一声姥姥，这个忙老太太帮你。鬼叫载着麻衣姥姥和华九南飞速朝村子飘去。与此同时，万坟岗中李大爷三人已经陷入绝境，龙婆婆和常八爷被女鬼困在铁棺材中，幸亏脑后那根松针发出清脆的光芒，拦住了侵袭的鬼气，他们才没被女鬼害了。周所长倒在雪地上，生死不知，只有李大爷拄着大刀艰难站着，口中呼呼喘着粗气。女鬼桀桀怪笑，青色鬼爪伸出，径直抓向李大爷前胸。李大爷举刀想砍，却发现就连这点力气都没了，无奈一声苦笑。老头子戎马半生，没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你这畜生手里。我死不要紧，
只可惜连累了小周同志。青黑色鬼爪穿透李大爷粗布，正好抓在内衣里的3枚勋章上。刹那间，女鬼如遭雷击，嗷的一声惨嚎，倒飞出去。功德护体！你这老头怎么会有功德护体？女鬼落地时，身体更加透明，仿佛随时有可能彻底消失。李大爷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显然还没弄懂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女鬼惨嚎着，拼命爬到铁棺材旁边，将龙婆婆丢出来后，自己钻了进去。铁棺材飘起，径直朝着深山方向逃去，正好迎面撞上飘来的鬼轎。偌大的铁棺材居然被鬼轎嗖的一下吞了进去。阴风呼啸，蚂蚁姥姥桀桀怪笑：小浪蹄子，听说你很凶，来来来，让姥姥我好好疼疼你。女鬼惨叫连连，半炷香时间后，惨叫声戛然而止，一切归于平静。龙婆婆搀扶着李大爷和周所长，望着鬼叫一声苦笑：又来个更凶的，看来今晚我们死定了。气息萎靡的长八爷一脸的讨好神情：马姨姥姥，您老人家来村里溜达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晚辈一声？晚辈也好做点准备。蚂蚁姥姥似笑非笑，语气中满是调侃意味。常家小八，你要准备什么？难不成想带着你家另外几兄弟一起来埋伏姥姥我？长八爷赶忙陪笑：姥姥您这话说的，晚辈哪里敢有这种想法？龙婆婆咳嗽2声，化解尴尬。老婆子替所有村民多谢姥姥出手相助，要是让铁棺材跑了的话，怕是后患无穷。马姨姥姥嘿嘿一笑，已经熟睡的华九南从轿中飘出，稳稳落在龙婆婆怀里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这小家伙，要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姥姥我可不稀罕管你们这些破事儿。李大爷、龙婆婆同时惊呼出声：小九！马姨姥姥一声冷哼：你们小点声，要是吵醒了大外孙子，姥姥我可不高兴。龙婆呀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么大人了，连孩子都看不住。要不是姥姥我刚好碰到，他就被鬼皮给害了。通过马姨姥姥的讲述，李大爷和龙婆婆才知道事情经过，心中感动之余，更是一阵后怕。要是华九南出事，2个老人得心疼死。一向看不起鬼神精怪的李大爷，这次主动给蚂蚁姥姥行了一礼。老头子不会说什么，姥姥救了九难一命，日后若是有用得到我，尽管说话。鬼叫横着飘开半米，算是避开李大爷行礼。你这老头有大功德在身，姥姥我可受不起你一拜。若是看得起我，日后咱们姐弟相称就好了。李大爷本就豪爽，闻言哈哈大笑。行，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姐姐。蚂蚁姥姥显然也十分开心。老兄弟，日后咱可得多走动。行了，这里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天要亮了，被生人看到我的样子，终归不好。就在这时，华九南忽然醒了。姥姥，你要走啊？我还想让你去我家住几天呢。蚂蚁姥姥听了更加开心，笑得鬼叫都跟着乱颤。这孩子就是孝顺，姥姥我真是越看越喜欢。龙婆婆心中一动，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姥姥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在堂口给你立个牌位，你以后来看孩子也方便不是？蚂蚁姥姥怎能不懂龙婆的小心思？不过也不说破，况且她真心喜欢乖巧坚强的花九男，倒也想每天都能见到他。行啊，这办法不错。小九叫你奶奶，咱们也平辈论交，你叫我一声老姐姐就行。姥姥这称呼以后就别喊了。龙婆婆闻言大喜，张口喊道：老姐姐，我回去就操办这事儿，保证把你的堂口弄得漂漂亮亮的。蚂蚁姥姥叮嘱道：不用太麻烦，不用太麻烦，烧3炷香，意思烧3炷香，意思就行了。鬼叫中飞出一道黑气，径直融入龙婆婆身体里。这是蚂蚁姥姥认可了她，允许龙婆供奉自己，类似于出马仙打入弟子体内的印记。老妹子，以后出马就报我的名号，常家小八，你没意见吧？常八爷哪敢有意见，闻言立即连连点头。您老说的算。送走了蚂蚁姥姥，李大爷3人回到田老四家中，正好和去寻找他们的3个年轻干警走了个碰头。3个干警满脸惊喜。二老，周所长，你们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田老四满脸陪笑，紧跟在后面。
李大叔、老婶子，脏东西呢？你们收了它没有？龙婆婆轻轻点头。放心吧，那东西不会再出来害人了。田老四闻言大喜，高兴地直搓双手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以后我们老田家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了。李大爷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老头子提醒你，好好过日子，别学你祖宗那样伤天害理。田老四一脸讪笑。看您老说的，哪能那样呢？鬼的问题解决了，新的困难又摆在几人面前。田志刚满脸沮丧。这次麻烦大了，回去之后可怎么向组织交代啊？死了2个乡镇干部不说，其中一个还是乡长小舅子。哎呀，周所长也很为难，总不能在报告里写是被脏东西害的吧？那样的话，不但会被同行笑掉大牙，上面也会派别人来重新调查。可涉及到鬼神的事情，怎么调查得清楚？最后还是李大爷将周所长拉到一边，轻声说道：我一个老弟兄在咱们省军区，你回单位后打电话过去，就说我让你找到他，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就行，不用撒谎，他自然会帮你遮掩过去。另外告诉他不要来打扰我，就当我死了。周所长回去后依言照做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李大爷口中的老兄弟居然是军区副司令。陈司令员听说李大爷还活着，激动的声音都哽咽了。详细打听了李大爷现在情况后，告诉周所长一定要暗中照顾好李大爷，不然的话军法处置。以后有任何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找他，他24小时待命。一个电话，周所长都懵了。李老爷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听军区副司令员的语气，倒像是老爷子的下属。打完电话不到1小时，乡里就收到省军区的电报。电报的内容谁也不知道，反正9道沟村命案的事情没人再提了。组织上还给周所长颁发了个人3等功，小赵同志和赵干部也都算因公殉职，家人各有补偿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周所长带着一大包东西来到李大爷家。东西是省军区寄过来的，一大捆钱，一堆保养品，几件军绿色呢子大衣，还有一封信。李大爷很生气，非要让周所长把钱寄回去。还是龙婆婆发飙，对李大爷吼道：你个死老头子，发什么疯？你我用不到钱，小九将来上大学不用啊？这些钱不收着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偷去还是抢去？李大爷听完蔫了，低头沉默不语。还是周所长打圆场：老将军，陈司令员说了，这些只是您应得工资的一部分，您就收着吧。李大爷还是心中不安，低声说道：可是我这些年也没给国家做贡献。龙婆婆冷冷一瞥：武林不是工作，不是给国家做贡献，谁给你开1分钱了？你没早没晚的上山巡逻，就白干了。周所长刚忙开口：对，龙婆婆说的对，老将军您就拿着吧。王三十分喜欢军大衣，穿上就舍不得脱下来，李大爷自然就乐呵呵地送他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王三的气质和军大衣真不般配，穿起来不但不威风，还有些猥琐，那样子像极了电视剧里面地主的傻儿子。这一日吃过晚饭，龙婆婆叮嘱华九难去给麻衣姥姥上炷香。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以后要好好孝顺。华九难乖巧，连连点头。奶奶，那天的脏东西是什么样子的？是不是特别厉害？龙婆婆轻轻拍了一下华九难小脑袋。你不是见过吗？就是趴在你三叔背上的那个。这孩子真是胆大，这么丑的畜生，你见了不怕，还叫他姐姐，让他到家里玩。华九难一边去偏房上香，一边喃喃自语：丑吗？一点也不丑啊，那个姐姐多漂亮。这可不是华九难心理变态，不分美丑，而是另有原因。可惜这些话龙婆婆没有听到，不然或许能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。李大爷轻声问龙婆婆：麻衣老姐姐是什么来历？怎么这么厉害？龙婆婆轻轻一笑：这位姐姐可了不得，是个修行了1000年的鬼仙，要是不出意外，再过几百年真能修成正果。
李大爷缓缓点头。这么邪乎。那雪尸是什么来头？马姨老姐姐好像很忌讳她。龙婆婆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回答：这就说来话长，祖辈传下来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大汉朝末年的时候，要不是雪尸出现，我都快忘了。雪尸应该姓许，但名字大家都忘了，只是叫他憨虎。生前是山中猎户之子，身高3米，力大无穷，徒手撕猎猛虎豹熊不在话下。雪尸父母早亡，为人又有些呆傻，就连最基本的生火烧饭都不会。父母去世后，他每抓到猛兽都是直接茹毛饮血，冬日里也不知修建房屋，就蜷缩在某个山洞里过夜。有时实在找不到山洞，干脆抱着抓来的猛兽躺在风雪中。山中老樵夫菩萨心肠，不忍心见他受罪，就将他收养在身边。雪尸憨虎虽然脑子浑浑噩噩，但还分得清谁对他好，在2位老人面前恭恭敬敬，绝不敢忤逆半分。老夫妇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名叫翠兰，自幼生的粉雕玉琢，虽不敢说风华绝代，但小家碧玉绝对当的。有了家人的照顾，雪尸再也不用衣不遮体，风餐露宿。为报答恩情，雪尸每日早早穿着翠兰为他缝制的兽皮棉袄，进入深山老林，猎杀体型最大的猛兽。凭着一身非人的蛮力，每日猎物是别人1月都打不到的。当他把猎物扛回来，看着樵夫老2口的笑容，就是雪尸最开心的时刻。当然，妹妹翠兰心疼地帮他处理伤口，也让他倍感温暖。在雪尸憨虎的努力下，一家人过得不说衣食无忧，但温饱总是没有问题。然而这段其乐融融的日子没能持续几年。等翠兰到了出嫁年龄，樵夫老2口疼爱女儿，只是让她自己选婆家。可转眼多年，翠兰一个都没看中，还是与老人生活在一起。老夫妻心中焦急，几次追问下，翠兰才说出心思：我想嫁给哥哥，这样就能常伴父母身边，伺候2老终生。他口中的哥哥自然是指浑浑噩噩的雪尸憨虎。原来姑娘早就对这个虽然呆傻，但对自己和父母照顾有加的哥哥芳心暗许。2位老人闻言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十分开心。善良的他们也担心闺女出嫁，他们死后憨虎无人照顾，如今自家女儿主动提出，正好迎合心愿。虎子，我问你，你可愿意娶翠兰儿当你老婆？憨虎挠着脑袋憨憨问道：翠兰不是俺妹子吗？怎么又要当俺老婆呀？老夫妻望着呆傻的憨虎，有些无奈。翠兰只做你妹子，那终究要远嫁他人，你以后就见不到她了。若是当了你老婆，就能一辈子守在你身边，给你洗衣做饭。憨虎这次有些懂了，大声嚷嚷道：见不到翠兰，俺会想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俺不要她做妹子了，俺要她当老婆。美女翠兰要嫁给自己傻哥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父亲一直惦记着他的青年，无不扼腕叹息。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此消息彻底传开后，惹恼了当地恶霸胡二毛。胡二毛是地主家出身，自幼为祸乡里，再加上有个在县衙做捕快的哥哥，就更加无法无天。他早就对翠兰美貌垂涎3尺，只是畏惧雪尸憨虎悍勇，才不敢用强。如今美人就要嫁给别人，胡二毛狗急跳墙，连夜带人来抢翠兰。可他们实在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雪尸憨虎的厉害。胡二毛带来的10几个人没能进门，就被憨虎撕成碎肉。只有一个小子机灵，见情况不妙，早早逃回去通风报信。家门前发生如此惨案，老樵夫2口子彻底慌了神。还是邻居好心提醒：你们快逃吧，胡家老大若是得到消息，饶不了你们。于是一家人连夜逃走，打算翻过大山投奔外地亲戚。可惜2老年迈，翠兰体弱。第2日天明，还是被得到消息的胡家老大带人追上。一番厮杀，胡家老大见雪尸悍勇，就让人将他引开，自己带几个人留下抓樵夫一家。雪尸杀死引走他的人回来时，老夫妻早已被胡家老大乱刀砍死，翠兰则不堪凌辱，跳崖自尽。那一夜，山中所有人都听到雪尸悲伤、愤怒的咆哮。第2日，住在县城的胡家老大满门16口被雪尸屠戮一空，个个死无全尸。报仇之后，
雪狮憨虎在村民的帮助下，将老樵夫一家安葬在山谷中。他跪在坟前，任凭风雪咆哮，都一动不动。村民怎么劝说都没有效果，这一跪就是9天。9天后，雪狮变成了一座冰雕。善良的村民们怕衙门来人毁坏他的尸身，干脆就用积雪把雪狮掩埋起来。再后来，有个叫许褚的将军带兵打到这里，说雪狮是他叔家兄弟，救过自己的命，于是上表天子，追封雪狮为勇武大将军，还在山里立碑建庙，让人日夜供奉。之后几年，有进山遇到危险的猎户，都是被雪狮显灵所救。日子久了，大家都说雪狮成了正果，化作山神，守护着整个雪山。